还得是年轻人呐，咱们几个老东西哄孩子可没这个功底呀。要说孩子们今天都在这里歇着，阿炫的屋子就在我们隔壁，你们放心，明天早上一定让他们好好回去见你们。老药王夫妻想了想，见阿宝拉着赵轩的手，小脸红扑扑的，两人也就答应了。老爷明天早上来接你，老爷今晚去钓鱼，明早给你们熬鱼汤。阿宝乖乖点头，长毛甩了甩尾巴，乖乖地靠在了阿宝的腿边。老人们回家了以后，梁夫人就带着孩子们去后院准备睡觉了。梁康的院子里有一个很大的炕，大丫二丫在家陪他们娘，剩下几个娃都来了。阿宝是个小姑娘，自己睡在一边，其他人都被梁康用枕头隔开了。阿宝，你是不是哭了？大宝听见了阿宝好像在啜泣。阿宝，你是不是哭了？大宝听见了阿宝好像在啜泣，他有些担心地坐了起来。阿宝你别哭，我给你唱歌，我以前睡不着觉，我娘就是给唱这个。梁康有些后悔邀请这些小伙伴来了，起初娘亲要抱着阿宝睡觉的，可是他觉得小伙伴们在一起更好，所以最终还是拒绝了娘。大宝给阿宝递帕子，大喜在一边手足无措地看着，梁康就低声地唱着童谣，学着他娘的样子，轻轻地拍着阿宝的后背，直到阿宝在哭声中逐渐地睡了过去。听见屋子里没有动静了，缩在外面的梁夫人这才蹑手蹑脚地准备离开。结果她蹑手蹑脚离开的时候，正好碰见了同样轻手轻脚的赵轩。睡着了，已经睡着了，放心吧。赵轩点头，这才回去睡觉。老爷，你以前也是大将军吗？老爷半生戎马。听不懂。那老爷，如果以后我想去军营见爹爹娘亲，你能带我去吗？老郑国公顿住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求助的目光着急地朝着老药王看了过去。阿宝啊，你爹娘在那里忙，我们要不要等等啊？爷爷，我不是现在要见我爹爹娘亲，我想等我赢了小猪，我再去找我爹爹娘亲。行，那老爷答应了。老药王一听，心里一个咯噔，然后就朝着老郑国公使眼色。老郑国公笑了笑，示意他们待会儿再说。康康他们没一会儿就来接阿宝上学了。阿宝上学以后，你怎么能轻易的答应呢？那军营在郊外，你要是带阿宝过去，他们俩肯定会心疼的。哎呀，你傻了吧？阿宝他们再考试都得2个月以后了，按照现在的进度，2个月以后他们俩肯定已经出征了，你又不能让孩子伤心，对吧？所以暂且就这样说吧。老药王夫妻俩想了想，也只能这样了。此时2个老头将事情想得很是简单。去书院的马车上，大丫二丫朝着阿宝问道：阿宝，咱们不上学了，收拾收拾去找干爹干娘吧，你觉得呢？大宝一听没有说话，意外的梁康也没有说话。对啊，我们可以收拾东西离家出走，多带些干粮和肉，还可以带点银子。如果可以的话，把长毛也带着，长毛警惕。阿宝起初不觉得有什么，可是听见大丫二丫这样畅想着，阿宝竟然开始动心了。阿宝，我们太小了，万一路上碰见了什么事儿，干爹干娘那么忙，万一还担心咱们，那岂不是给他们添乱吗？我们不是要做好小孩吗？听见大宝说好小孩，阿宝顿时老实了，他摇摇头。等我拿了小猪，我再让老爷带我去。大宝终于放心了。大宝说的对，我们不能这样，都老实的待着。几个娃一起点头。钱小丫知道了阿宝爹娘外出的消息，所以一下课就赶来找阿宝。阿宝从自己的小布包里掏出了一串小木棍，
阿宝，你不是学会了数数了吗？又忘记了吗？张夫子跟我说还有56天就考试了，我每天就抽走1个小木棍，等到这些小木棍都抽走了，我就能考很好，带小猪回家了。钱小鸭还没有来得及说话，阿宝就朝着他又说道：小鸭，你以后教我读书吧，我肯定认真学，我之前不认真。当然，我们一起学。康康，阿宝怎么不跟我们玩了？不会又去跟钱小鸭认字了吧？阿宝不跟我们一起当笨蛋了吗？阿宝都要赢猪了，你们俩也没有努力的意思吗？我已经想好了，我以后要跟我爹一样，找个当官的当媳妇儿。小屁吃了。不得不说啊，自从赵恒和王春娘夫妻俩去军营以后，阿宝对学习的态度都变了，变得很认真。下课的时候还会让钱小鸭教自己写字认字，中午有空闲的时候就让张夫子陪着自己练炒菜，一整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大概是见他实在是太忙了，这天晚上天没有那么冷，赵轩提议带着阿宝出去走走。阿宝摇头：哥哥，我要去后院学骑马，干娘和康康都跟我一起。那哥陪着你。哥哥也要考试，不能耽误时间。一旁的老药王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他有些抓狂地朝着阿宝问道：阿宝啊，这人呐，不能把自己抻得太紧，要不然会难受的。你得适当的放松，不能一整天都在学东西吧。阿宝站在一边歪着小脑袋想了想，好似还没有想明白爷爷说的是什么。阿宝，这拉满的弓弦就是现在的你，你越要求自己，这弦就越紧绷。可这弦是有度的，当你太紧张或者给自己压力太大的时候，这个弦就会因为太过紧绷而断掉了。你不是还要等到拿到小猪以后去看你爹娘吗？咱们刚开始不要绷太紧，好不好？适当放松。老郑国公仔细地给阿宝讲着：我要去看爹爹娘亲的。跟康康他们练一会儿骑马，你就老实睡觉啊。见哥哥也在点头，他这才慢吞吞地点了点头。只是当阿宝带着长矛跑去后院的时候，老郑国公不断地叹气：这该死的战乱，苦了边疆的百姓们，也苦了这些中原将士的孩子。还有多少个阿宝在家里等着他们的爹回来？你这么一说呀，倒是提醒了我，我们俩也想去军营待一段时间。这边境的环境本就艰苦啊，若是再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的，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得去跟随军的大夫说一下。阿宝爹早就想到了，他之前已经命人去采买药材了。再者，随军的大夫他应该也会安排好。不行，我不放心，那边气候跟京城也不一样。老头子，明天我们俩去跑一趟，他们就在京郊，我们利索点，早去早回，别耽误接孩子。老药王一听，顿时点了点头。别跟阿宝说，就说我们俩出去义诊了。你们确定不告诉阿宝？咱们家可什么都跟孩子们说的，还是告诉一下比较好。就说你们去军营里面送些药材，可以给阿宝带封信，你们说呢？赵恒和王春娘夫妻很多事儿也都不瞒着孩子们，所以老郑国公觉得这件事儿也该告诉孩子们，只不过不是那么全面而已。行吧，那待会儿就告诉阿宝。阿宝啊，爷爷要跟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但是你要保密，因为涉及你爹娘军营那边。一听涉及到爹爹娘亲那边，阿宝的神色都跟着变得严肃了起来。刚才暗卫来了急报，说军营里需要爷爷去看病，很着急，
明天一大早就出发。爷爷想，我们阿宝肯定有让我带给你爹娘的，所以问问你有没有东西要带，爷爷奶奶给你带过去。爷爷，是爹爹娘亲病了吗？阿宝啊，不是你爹娘病了，是你爹娘他们要去很远的边疆，那边的天气呢，跟咱们这里都不一样，他们要提前配出预防的方子，所以找我们去一趟。但是这件事儿啊，涉及军营，所以需要保密，除了咱们家人，谁都不知道。我不会往外说的。那你有需要爷爷奶奶带的话或者东西吗？我们明天天不亮就要出发了。阿宝想了想，点点头，然后就快步朝着后院跑了去。长毛也哼哧哼哧地跟在阿宝的后面。很快，阿宝就带着3封信跑了回来。他很郑重地将这3封信都递给了老药王，然后朝着老药王说道：爷爷，你就跟他们说，我很想他们，我在家很乖的。宋氏眼眶有些发热，老药王不断地点头。好，爷爷一定给你带到。阿宝这才咧嘴笑，赵轩这才拉着阿宝的手送他去后院睡觉。阿宝，今晚睡觉怕不怕？不怕的，哥哥。干娘也说今晚要陪我，但是我是大小孩啦。你要不搬来哥的院子里，在哥隔壁，让长毛也过来。赵轩总归有些不放心。我想想哇，我还没决定好呢。行，那你好好想想，今晚早些睡。听康康说，你们明天不是还有古诗提问？我都背过了，田小丫都教我了。我现在可厉害了，我回去还要继续给爹娘写信，这样下一次爷爷奶奶再去的时候就能带过去了。看着小丫头带着长毛进了屋子，赵轩又在外面站了好一会儿才离开。是啊，爹娘常驻军营，让阿宝一夜之间长大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2天一大早，爷爷奶奶就带着自己写的信去找爹爹娘亲的缘故，阿宝这天晚上睡得很满足，一觉睡到了天亮。等他起床的时候才得知，爷爷奶奶已经出发了。阿宝啊，那个张父子经常中午陪你练炒菜，我们是不是……老郑国公没有将话说得很直接，但是书院里的环境太单纯了，他派人去送礼，好像只会给阿宝找麻烦。老爷，张夫子教我学做菜，是因为他不仅是我们的夫子，还是书院的厨子。康康说，张夫子是因为爹爹娘亲才有了养家糊口的营生，所以让我安心学就行。嘿，康康这小子真是越来越聪明了。老郑国公哭笑不得。赵轩点头，康康和大宝算是这几个小孩里面比较踏实聪明的，大丫二丫完全不着调，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都是好孩子。阿宝，吃完饭没有啊？快点出来！今天京兆府门口绑了一个贪官，咱们去看看呀！一听有热闹可以看，阿宝抬头看了一眼老郑国公和赵轩，见2人都点头了，他带了几个馅饼，嗖嗖的就背着小布包出去找大丫他们了。阿宝，快点！看着孩子们跑出去，老郑国公朝着赵轩说道：新官上任3把火，这个徐图之目前看来很是不错，年纪轻轻也能迅速地掌控整个京兆府。阿轩，你也跟着去看看热闹吧，多看一些，可能明白的也会多一些。赵轩见此，也只得去追赶阿宝他们。每次看热闹的时候，几个娃总是会为了节省时间，就在马车上啃东西。看完热闹，再急匆匆地朝着书院赶。所以这天阿宝他们到达书院的时候，很是踩点，马上就要迟到了。几个娃哼哧哼哧地朝着书屋那边跑了过去。夫子已经站在里面了。阿宝一看见夫子，顿时低下了头，假装夫子看不见自己。
鬼鬼祟祟地朝着自己的座位上跑了过去。以后尽量早些坐下，早些静心，准备听课。夫子看了一眼杏花街的几个娃，朝着他们说道。几个娃一听，都忙不迭地点头。阿宝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一声，这才赶紧拿出诗文书来，毕竟待会儿夫子要提问古诗的。大概是这2天太用功了，夫子把班里的每个孩子都提问了一句。提问到阿宝的时候，阿宝也很快地答了上来，把阿宝开心的那嘴一直咧到了下课。我好厉害哇！我竟然也答上来了！我吃个果干就要去找钱小鸭了，钱小鸭教我背诗。赵阿宝，其实你不用这么努力的，你就算背不上来，夫子也不会说你的。阿宝一脸疑惑地瞅着这个小男孩，问道：为什么哇？我爹娘说了，让我平常让着你些，不让我在后面吵吵你，带什么好吃的可以分你一点，因为你爹娘要出去打仗了，而且有可能会回不来。我们村里有个奶奶，她儿子也在军营里当官呢，但是我娘说那个叔叔就是出去打仗，然后再也没有回来，其实就是死在外面了，所以夫子他们肯定也知道这些，不会为难你的。小男孩还没有说完呢，人就被康康和大宝给摁住了。2人刚把小男孩给摁住，大鸭二鸭没好气地说道：你怎么说话呢？怎么嘴巴上抹了屎一样？康康示意2人去陪阿宝。康康低头压低声音道：就你懂得多，就你明白，非得说出来让人难受。你们，我要去告诉夫子，你们俩打我。去告诉吧，我们看看谁有理。你们俩连话都不让我说了。可以说话，有些话就不必说了，再让我们听见，有你好受的。阿宝已经呆坐在座位上了，他忽然想起了当时刚看见爹爹第一面的样子。爹爹腿脚上也有伤，最主要的是他的眼睛看不见了。以前的爹爹肯定跟现在的爹爹一样健康，可是打仗回来就变成了眼睛看不见，身上还有伤口的样子。想到这里，阿宝的眼泪就开始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夫子就是他说阿宝，说他们村里有个奶奶的儿子在军营里当官，结果出去打仗就没回来。夫子，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爹娘说了，打仗死人很正常的，赵阿宝的爹娘也有可能会出事啊。梁康和大宝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其实连阿宝自己都知道这句话是对的，战场就是生死关。我爹爹娘亲一定会回来的，会带着大家都回来。你以后再敢胡说，我就打你！小男孩无语了，他被捂着嘴巴，什么也说不出来。再者，他就算想说，旁边那么多人盯着自己，他也不敢说呀。见小男孩点头，这才放开他。小男孩就朝着夫子跑了过去，朝着夫子说道：夫子，我要告梁康他们吓唬我。你要告状，那你得证明我们吓唬你了。好了，你们既然知道出征有多危险，就应该知道，这不是随便能开玩笑的。倘若没有他们出去抵御外敌，我们也会被战乱毁灭。小男孩不敢多说了。阿宝瞪了小男孩一眼，哼了一声，又继续去啃果干了。夫子站在原地想了想，最终还是抬脚去找刘夫子了。孩子们最近都很紧绷，或许书院该搞个活动轻快一下了。这天上午放学的时候，夫子告诉孩子们，下午的时候小学堂这边会举行抓兔子大赛，所以大家听了以后都很兴奋，就连阿宝都瞪起眼来了。甚至在他往外走的时候，他还朝着夫子问道：夫子，那抓到的兔子能带走吗？抓的兔子是大兔子吗？你若是想要带回去，应当也可以，就看你抓不抓得到了。夫子没有说出的是，这些兔子难抓得很，平常虽然位在书院里，但是极其能跑。
阿宝一听可以带回家，那就放心了，难抓他就努力抓。下午的时候，书院的后院里圈了一块地方，3只胖兔子被放了进去，同时进去的还有一群小孩。阿宝的眼睛都亮了，兔子跑得又快，他跑得也很快，就在那里追。只不过也就混乱了一会儿，阿宝中途蹲在一边歇歇的时候，忽然一只兔子从他后面蹦了过来，就蹲在阿宝的眼前，也不动弹。阿宝，快抓！那兔子不仅没跑，反而还朝着阿宝面前又跳了跳。阿宝尝试地伸出手，那兔子竟然允许阿宝摸摸。阿宝的手顺着兔子的脑袋摸到了兔子的大腿，然后阿宝就呲溜地咽了一下口水，嘴里喃喃地说道：胖胖的，做麻辣兔肯定好吃。下一秒，那兔子仿佛能听懂人话一样，嗖的一下子就跑开了。一群娃就这样疯跑，结果兔子太灵活了，直到这个活动结束，阿宝都没有抓到一根兔毛。那只兔子不是靠你很近吗？你怎么不抓它？结束了以后，大鸭朝着阿宝问道。阿宝一边走一边皱着小眉头道：我也想抓娃，它又跑了，可能它知道我要吃麻辣兔了。跟在后面的夫子心想：真行啊，这时候还知道吃。幸好你没抓到兔子，要不然真是兔子倒了8辈子霉了。京郊军营，老药王夫妻俩一到达，就开始召集随行的大夫开始讨论，教他们一些方子。柴火，你在外面守着，等看到阿恒他们回来，你就跟我们说。柴胡点头，赶紧出去守着。我跟你们说，那边气候干燥，你们要是碰见……老药王细细地给他们讲着。大概又过了半个时辰，柴胡才小声地进来喊宋氏：老夫人，赵将军到了。听见这话，宋氏这才带着阿宝的3封信出去找赵恒夫妻俩。娘，你们怎么来了？还是担心你们俩，给你们俩带了些菜过来。啊，还有这个，阿宝写的，说是一定要烧给你们看。宋氏将3封信递给了赵恒。娘啊，他在家如何？挺好的，每天想着多学习，给你们写信。这之前逼着他学他不学，现在开始了。你爹担心随行的大夫知道的不够多，所以这些天呢，我们也会时不时的来，绝对不给你们添麻烦啊！你们俩放心出征，家里没问题的。赵恒和王春娘打开了信，每张信纸上的字都很大，所以字数很少，但是这一次没有画画，就是歪歪扭扭的用汉字写着爹爹娘亲我想你们。嘿呦，真难得哎，这次没有画猪。给阿宝回封信吧。这天晚上，老药王夫妻俩风尘仆仆地从京郊赶了回来，带回了赵恒的一封信。阿宝吃饱饱以后，就坐在椅子上迫不及待地开了信封，结果一打开信纸，整个胖墩墩都惊呆了。这是什么哇？爹爹，这是写的什么哇？怎么这么多？一整页都是我不认识的字，除了我的名字。瞧见阿宝的小眉头皱了起来，老药王疑惑地问道：阿宝，怎么了？不认识字吗？让你哥给你看看。阿宝皱着小眉头，将那信纸递给了赵轩，嘴里嘟囔着：我都不认识哇，爹爹怎么写了那么多？除了名字，我一个也不认识。无儿阿宝。哥哥，这个无儿是什么意思？谁的儿？我不是儿子，我是女儿。就是我的孩子的意思，我的孩子阿宝，不一定非是儿子。阿宝表示听不懂，阿宝甚至还认为爹爹的文化不高。赵恒一反常态，在信上说了很多，大多是叮嘱。信的最后一段是王春娘写的，王春娘说等到了边疆，给阿宝带那边好看的石头，
让阿宝在家听哥哥和长辈们的话。阿宝听完信以后，就老实的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可把老药王他们给吓到了。阿宝，你咋了？咋不说话了呢？爷爷，我姐姐给我写这么长的信，我也要会这么长的信吗？我又写不了那么多字，我能不能给父子铜板，然后让父子代替我写很长的信啊？白担心了，原来是在担心这个呀。你想回什么就回什么，再说了，请夫子做什么？找你哥就是了嘛，对不对？你哥写字也很好的。阿宝想了想，很赞同的点了点头。倒是老郑国公瞅着阿宝那拧着小眉头的样子，他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阿宝的心里肯定在打算什么的，阿宝倒是没有察觉到什么。他好好的将信收了起来，然后就哼哧哼哧的爬下了椅子，刚要噔噔噔的往回跑，然后就想起了什么，又赶紧噔噔噔的朝着老药王跑了过来，开口说道：爷爷，明天你还得帮我准备一些大白菜，我要带着去学炒白菜。行，没问题。用不用带肉啊？阿宝想到张夫子严禁他带肉的模样，他就摇摇头，老实的说不用。阿宝带着长矛跑开前厅以后，十三呐，虽然中午阿宝是跟着张夫子学烹饪，但是你也要时刻的守着，明白吗？防人之心不可无。老夫人放心，我都守着呢。爷爷奶奶，你们今天去看我爹娘，他们可还好？哎呀，你们是没看见，我瞧那些弓箭什么的都是极好，一看就是好东西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次准能赢。哎呀，听说大宝爹最近都累坏了，真没想到这些东西竟然是他跟阿宝爹一起整出来的。以后将士们有了这些顺手的武器，肯定会所向披靡的。放心吧，阿轩，以后我跟你奶奶时不时的就会去看看，多一份准备，日后就多一分胜算。赵轩这才点头。然而赵轩刚回到自己的院子，就发现阿宝已经带着长矛在等着了。一看见赵轩回来了，阿宝立即噔噔噔地跑了过来。哥哥，快帮我写信！赵轩早就料到了，只不过没想到阿宝会这样着急。他让阿宝在书桌对面坐下，然后自己展开了纸，准备写字。阿宝见哥哥准备好了，就叽里呱啦地说了起来。好在赵轩写字够快，兄妹俩配合着，等到阿宝说完的时候，已经写了11张纸。赵轩看了看这一沓纸，他只得去找一个大一点的信封。等他将这一沓信纸给塞进去以后，这大信封看起来就鼓鼓囊囊的，瞧着像是一个大包子。哇！阿宝一看见这胖鼓鼓的信封，眼睛都开始发光了。哥哥，就给姐姐这个，让她1天1夜都看不完。原来阿宝打的主意在这儿呢。阿宝，爹娘不是故意不带我们的，他们俩必须要走这一趟。哥哥，我知道的。所以他无比的希望爹爹娘亲能好好的回来。等他们回来，我不会长成大婶婶了吧？鉴于阿宝喜欢巴拉巴拉说一堆，所以赵恒他们那边时不时的就会收到阿宝那鼓鼓囊囊的大信封。他们和阿宝一样，都在忙活着各自的事情。阿宝也度过了他长到现在为止最充实的2个月。好巧不巧，当初老郑国公他们都觉得阿宝的考试肯定要在赵恒他们出征以后了，结果考试出成绩的第2天，正好是赵恒和王春娘出征的日子。这天傍晚，书院前的那条街上都回响着阿宝的喊声：爷爷，我中猪了！我生火做饭，我是第1名！阿宝从刘夫子的手里接过一只绑着大红布条的小猪仔，他嗷嗷地喊着，
一路朝着来接他的老药王他们跑了过来。宋氏站在后面，他侧过身子，悄悄地抹了抹眼泪。阿宝这2个月每天中午都跟着张夫子学生火做饭，那小指头被烫伤了很多次，他夜里不知道偷偷地给阿宝上过多少次药了。阿宝，来不及多说了，快上马车，路上老爷跟你说。老郑国公拎起阿宝就塞到了马车里，又喊上一旁的赵轩，然后马车就风风火火地离开了书院。看看岳爷爷和耀爷爷他们今天怎么慌慌张张的呀？他们是不是带阿宝出去玩，不带我们呀？干爹他们明天要出征了，他们肯定带阿宝去看干爹干娘了。你们俩能不能回家多吃点核桃啊？我不爱吃核桃，我喜欢吃脆桃。我不认识你们俩。快点儿，咱们也快些回家。我娘说了，明天一大早也带咱们出城去送干爹干娘。而阿宝和赵轩也被老郑国公带着朝着京郊的军营赶了去。2个月了，总得让孩子们见上爹娘一面吧。阿宝他们到达的时候，老药王朝着阿宝比划了一个虚的手势，阿宝乖乖的点头。九毛一直在门口守着，看见老郑国公和老药王他们来了，他赶紧点头，示意主子和夫人还没有回来。他们还要多久回来呀？估计还得半个时辰，因为主子和夫人刚才骑马出去的。听见这话，老药王朝着几人道：来吧来吧，忙活起来。阿宝立即去找自己的小锅。赵恒和王春娘夫妻俩忙完了，往营帐那边赶的时候，王春娘朝着赵恒问道：你的信写完了吗？明天爹娘他们应该会带阿宝到城门口来送咱们，到时候给阿宝。写完了，待会儿交代一下九毛，让他给阿宝和阿轩送信啊。王春娘点头，神情有些难过。我真的怕阿宝哭，说起来咱们从来没有离开他这么久。赵恒揽住王春娘的腰，低声安抚道：哎呀，好了好了，别担心了，这回打仗不会太久的，他们必输无疑。王春娘点头。也就在这时候，赵恒感觉到眼前一花，他好像看见一只毛茸茸的东西刚才闪了过去。军营重地，甚少见狐狸那些小动物，那身影倒是有些眼熟，怎么有点像长毛啊？难道阿宝来了？走到营帐外面的时候，王春娘也发现了不对。营帐里面传来了饭菜的香味。九毛虽然守在门口，但是很主动地跟他们说：主子夫人，是老药王来了。在听见老药王来了的时候，赵恒握了握王春娘的手，夫妻俩就这样携手掀开了营帐的门帘，然后就看见了端着锅踩在小板凳上的胖墩墩。赵阿宝啊，我不是不让你颠勺吗？烫着了怎么办？阿宝一听见赵恒夫妻俩的声音，顿时惊喜地瞪大了眼睛。只不过赵恒要伸手将这小锅给拿过来的时候，他还不肯给，嘴里嚷嚷着道：姐姐，我做饭得了第1名，我得了一个小猪，娘亲你快看，就在你身后。王春娘回头就看见角落里用大红绸布绑着一只小猪仔。王春娘有些控制不住，眼眶唰的一下就红了。阿宝果真在他们出行之前赢得了小猪仔，大概是要离别了。王春娘的情绪也有些绷不住，极力的在克制着眼泪不要流下来。赵恒倒是面无表情：去一边坐着吧，等会儿开饭啊。阿宝不肯，就一手拉着赵恒的袍子，一手拉着王春娘的手。王春娘在摸到阿宝那小手的时候，眼泪又开始簌簌地落了下来。阿宝，你的手怎么这样了？阿宝伸出胖爪爪抱住了王春娘，他嘿嘿地笑道：张夫子说了，想要得到小猪就要多吃苦的。王春娘凑过身子，仰头看天，让眼泪憋回去。娘亲，你看见我开心不开心哇？王春娘还没等回答呢，一块白菜叶子就朝着阿宝这边飞了过来。阿宝嘿了一声，一巴掌将那白菜叶子
又给扇回了大锅里。目睹这一幕的众人都看傻了。你这样拍回来，这盘菜还能吃？阿宝指着锅里的白菜叶子道：爹爹，是他要先掏我的，说不定是爹爹故意要掏我的。哎呀，我咋感觉这2月没见阿宝，孩子变聪明了呢？吃，都吃，不就是一块菜叶子被我们阿宝拍了拍。我跟你爹给你们备了一些药，让舅妈随身带着，切记要保重自己，不为我们老的，也为这2个小的啊。娘放心，我们会平安回来的。赵轩在一旁将带来的饭菜开始往外收拾。赵恒炒完菜，见他们几个还在收拾，他就偷偷地将赵轩给喊了出来。父子俩站在帐篷外，赵恒直接将一块玉佩交到了赵轩的手里。赵轩摸着那玉佩，再一看那玉佩上的花纹，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爹，你把暗卫的令牌也换成了驴吗？嗨，专门给你做的小令牌，我出征了以后，之前府中的暗卫呢也由你接管。从明日起，你要把自己当作无父无母来看待，如此才可以锻炼出来。阿宝那边呢，你也要看护好。如今赵家的担子就落在你一个人身上了啊！赵恒有意要锻炼赵轩，赵轩也没有觉得困难，他点头收好了这块玉佩。这天晚上，一家4口是睡在一起的。赵轩靠着赵恒，阿宝在赵恒和王春娘的身边。只不过阿宝一直不想睡，始终不肯闭眼睛，一直眼巴巴地盯着赵恒夫妻俩，生怕2人给跑了。可是赵恒和王春娘也没有睡，2人则是想着一定要守着孩子们先睡了，他们俩再睡。就是这样，一家4口谁也没有睡。阿宝见爹爹还不睡，他闭上眼睛，脑中在思考着要如何让爹爹睡觉。赵恒瞅见阿宝闭眼了，立即朝着王春娘打了一个手势，示意阿宝要睡觉了。赵恒再次确认，谁料就在赵恒往阿宝这边瞅的时候，阿宝鲤鱼打挺，一脑袋就朝着赵恒的脑袋上撞了去，嘴里大声地嘟囔着：爹爹怎么还不睡觉啊？爹爹不是好大人。别说哈，赵恒之前还想着等阿宝先睡，结果被阿宝这么一撞，他眼前一晕，竟然昏睡了过去。一旁的赵轩只觉得脑袋一凉。王春娘原本想说话的，可是听见旁边这么大的动静，她还是老实的闭上了眼，假装抱着阿宝睡着了。阿宝见爹爹昏睡过去了，娘亲也闭眼睛了，她小声地问了一句：哥哥睡了没？没有得到赵轩的回应，阿宝就觉得哥哥也睡着了，所以他就安心地睡过去了。哎呦我的天哪，我这脑袋现在还嗡嗡的，阿宝这力气真大。王春娘笑，只不过他刚要说话，下一秒阿宝的声音就悠悠地传了过来：爹爹，是你不听话，望着眼不睡觉，我才打你的。赵恒没想到阿宝这么早也醒了，所以这乍然的声音又把他给吓了一大跳。他低头朝着旁边看过去，就看见阿宝正瞪大眼睛看着自己。赵恒生气，伸手扯了扯阿宝的小揪揪：爹爹，娘亲，你们这次能不能快点回来哇？虽然被赵恒扯了小揪揪，但是阿宝还是朝着2人的怀里扑了过去，紧紧地抱着2人。赵恒顺势将旁边的赵轩也给揽了过来。爹娘不在家，要记得听你哥的话，记住了吗？啊，爹娘不在家，要记得听你哥的话，记住了吗？啊。赵恒又扯了扯阿宝的耳朵，阿宝点头。王春娘看了看赵恒，又看了看这一双儿女，她摸了摸阿宝的脑袋，朝着兄妹2人道：阿宝，爹娘出征以后，宫里呢可能会给你什么赏赐，到时候你自己算一下，如果不吃亏的话你就收下，
收下的东西你可以挑走你喜欢的，剩下的让你哥哥处理就行了。娘亲，宫里也会给哥哥赏赐吗？王春娘摇头。宫里应当是觉得阿宝长大以后不会当大官，所以要给阿宝奖赏，十有八九是封个公主。娘亲，我要怎么算吃不吃亏哇？吃亏不吃亏，你就算算这件事情你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这样来算。好的，娘亲，到时候让哥哥帮我看。主子、夫人，时间差不多了。爷爷娘亲，我会想你们的。赵恒眯了眯眼，看见阿宝坐在毛13的肩膀上，大声地喊道。夫妻俩很有默契地朝着阿宝的方向招了招手，然后阿宝就趴在毛13的脑袋上，大声地哭了起来。大声地哭着，眼泪一直在流。阿轩呐，今天去书院顺便给阿宝请个假吧，就说他休息一天，我想夫子应该会同意的。哦，好的，奶奶。可谁知道听见这话，阿宝摇摇头，他擦了擦眼泪，朝着大家说道：我要去书院的，我要当乖小孩的。宋氏还想说什么，胳膊被老药王拽住了。行，那咱们现在就要出发了，估计大宝他们已经在等着了。阿宝又朝着刚刚爹爹娘亲的方向看了看，已经看不到什么了，都是跟大米粒一样的小人了。大宝和康康他们都知道今天干爹干娘出征，去书院之前，老郑国公将一件大氅交给了大宝，朝着大宝叮嘱道：大宝，阿宝今天要是在书院里困了，你把这个给他。岳爷爷放心吧。大宝还在想，阿宝已经不是以前的阿宝了，他现在上课才不会睡觉呢，虽然有时候听不懂，但是也很认真的。去书院的路上，阿宝靠着大宝，眼皮已经开始打架了，明显是困意来了。阿宝一大早从京郊赶回来的，肯定困了。我们去找夫子，你把岳爷爷给的大氅给阿宝盖上，让13守在这里。梁康有条不紊地安排着。13，你把马车从侧门赶到我大哥那个院子旁边。梁康还是担心马车停在外面比较危险，万一有人要对阿宝动手，毛13一个人肯定是挡不住有心之人的。毛13点头，就拉着马车从侧门去找赵轩了。大学堂这边，一群人看见赵轩去角落里的马车里看，他们知晓里面是赵轩妹妹后，都不约而同地朝着赵轩道：赵轩，这虽然天暖和了，但今天仍旧有些冷，还不如让你妹妹去咱们学堂里睡，反正咱们上午要小考，也没人大声说话，放在眼前你还安心。站在一旁的毛13不敢开口了，毕竟少爷的这群同学是要让大小姐睡在屋子里，难以想象那书屋里一边在考试，一边是大小姐在呼呼大睡。就这样办吧，放在眼皮子底下到底是安全些。最后还是刘夫子拍板决定了，他也怕有人趁着赵恒夫妻俩出征对阿宝动手，所以这天上午，阿宝就睡在哥哥的旁边，一群小少年用椅子凑了一张简单的板子，阿宝盖着大氅，就这样一觉睡到了中午。阿轩，你妹妹真的挺胖的，之前看她穿棉袄以为是衣服的事情，现在天气回暖，瞧着就是人胖。赵轩，听说你妹妹读书不好，果然我奶奶说的是对的，老天爷是公平的，你妹妹长得好看，但是读书不好。赵轩，你妹妹眼睫毛好长啊。赵轩从来没有这样崩溃过，他只觉得全班的人都凑了过来看阿宝，而且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觉得有100只鸟在自己的脑袋旁边嗡嗡嗡地叫。你们小点声，别吵醒他。有个姑娘极力地克制着自己，不让自己的手指头戳到阿宝的腮帮子。听见赵轩这话，她谨慎地收回了手，但是她还是不死心，所以很快的，她朝着赵轩小声地问道：赵轩，你家里给你定了亲事没有？没有啊。
你问这个做什么？等过2年，我让我爹去你家求签，这样我就可以使劲摸你妹妹了。这个小姑娘下定了决心，如此朝着赵轩说道。一旁的小伙伴们都有些无语地瞅着她。哎呀，赵轩，你妹妹白白胖胖的，真的好可爱啊！我娘今天给我带了好吃的，我给你妹妹吃一块吧。别吵她了，赶紧回去吧，夫子马上就来了。赵轩扶额，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加上刘夫子确实来了，所以小姑娘也不敢耽搁了，只得回去做好了。中午的时候，康康他们也没有回家，一群娃全都聚集在了赵轩的班里。阿宝醒来的时候，赵轩刚打开一个食盒。你们都赶紧吃饭，吃完饭就去刘夫子那边休息，那边给你们支了2张床，你们挤挤。赵轩朝着几个娃说道。阿宝睁开眼，他睡饱了，只不过当反应过来这是中午的时候，他还是惊了一大跳。没关系，阿宝，夫子已经知道了，也说让你好好睡觉，下午再去上课。就在几个娃说着话的时候，一个跟赵轩年纪差不多大的小姑娘蹑手蹑脚地朝着阿宝这边走了过来。姐姐，你是谁哇？一旁的赵轩刚要说话，那姑娘已经拿着一小盒的炸肉朝着阿宝递了过来，小声的道：是阿宝吧？你叫我一声嫂嫂，这些炸肉都给你。炸肉很香，阿宝又没有吃饭，所以眼瞅着阿宝就要喊出来了。甜心，你别逗我妹妹了，她还没吃饭呢。赵轩，我帮你喂妹妹吧，你帮我，我帮你，我看你也是够累的了。赵轩摇头，可是阿宝已经朝着田姑娘凑了过去。阿宝知道哥哥也是很累的，哥哥也跟他一起从军营赶回来的，但是自己睡了一上午，哥哥却上了一上午的课，肯定很累，所以这个姐姐既然愿意喂他，他就让这个姐姐帮忙了。阿宝这个年纪其实是不用喂的，所以他都可以自理。田姑娘也只是在一旁给阿宝递一杯水，在他把水拿过来的时候，阿宝还悄悄地用小鼻子嗅了嗅，觉得没有问题，这才喝了下去。哪个姐姐愿意喂我吃饭？没脸见人了，二丫真是太不要脸了。绣花街的小孩都很可爱，加之也都很听话，所以二丫到底还是得到了一个姐姐的头位。大宝和康康对视了一眼，两人很是有默契地摇了摇头。赵轩昨晚其实也没怎么睡的，阿宝吃完饭见哥哥还在瞅着自己，哥哥的眼睛都已经通红了，明显是熬夜了。阿宝想到昨天治疗爹爹不睡觉的法子，他便将小脑袋凑到了赵轩的跟前，大眼睛滴溜溜地瞅着，明显是在看从哪个角度撞击比较好。赵轩心里都有些发毛。阿宝，别看我了，我这就去睡觉。听见赵轩这样说，阿宝这才满意的点点头。这天晚上，老郑国公来接孩子们的时候，阿宝正嘚不嘚的给赵轩讲着自己这一大兜兜零食是怎么来的。哥哥，都是田姐姐他们给我的，我不要，田姐姐他们非要给我，非要往我兜兜里面塞，我推脱不了，那我明天也给他们带好吃的就是啦。赵轩听见是班上的姑娘们给的，那就更头疼了。这一旦开了头，以后只怕还会给阿宝送吃的。只不过阿宝说的也对，礼尚往来就可以了。奶奶，哥哥他们学堂里的人都想当我嫂嫂，只要我叫一声嫂嫂，他们就都给我好吃的。阿宝，你怎么没告诉我？他们叫你喊人了？哥哥，娘亲说了，你要算算你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我只是喊了一声，但是我没有掉一块肉，而且我得到了很多好吃的，所以这不算吃亏。阿宝巴巴地说道，很通透地将从自家娘亲那里得到的知识给践行了。无言以对了，阿宝这话说的好像也没错。而且哥哥，田姐姐他们还教我知识呢。嫂嫂就是哥哥的媳妇儿的意思。不过这么多人想要当我的嫂嫂，
我得好好挑一挑。挑个胖一些的，壮一些的，还有年纪大一些的。阿宝话还没有说完，一旁老药王已经开始笑喷了。阿宝啊，你哥以后娶媳妇儿得你哥挑啊，你挑是没用的。听见老药王这样说，阿宝顿时皱起了小眉头，他一脸不解地看向老药王。爷爷，为什么只能哥哥选哇？那我长大以后能选什么哇？我就想选胖一些的，年纪大一些的。老药王一听阿宝长大了以后要选这样的人，他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事实上，在他们这几个上了年纪的人眼里，他们根本没有具体的想象过阿宝长大了以后嫁人是个什么情况。眼下阿宝这样说，他都有些慌了，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阿宝啊，以后等你长大了，你要是选了哪个小子，必须得过老爷这一关，还得过你爹那一关。总之，不是年纪大一些、胖一些就管用的，得看他厉不厉害。阿宝歪着小脑袋，好奇地问道：“壮不壮吗？”哎呀，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阿宝啊，这是从这些零嘴里掉出来的，里面还夹杂着小纸条，是不是你掉的？奶奶，不是我的，可能是田姐姐的，我放了学都不想写字的。田姑娘的，那想必是给阿轩的。宋氏将那张没打开的纸条递给了赵轩，赵轩下意识地想要将那纸条给扔掉，他心里已经有了猜测，肯定是甜心他们写的什么东西。这个年纪的孩子很正常，别心里不舒服。赵轩点点头。阿宝原本对那纸条有些好奇的，可是一想到那纸条上肯定写着字，他最不喜欢看字了，所以也就收了好奇的心思，就专心地坐在一边啃零食。阿宝，我今天订了些点心，你明天捎给他们，礼尚往来啊。阿宝鼓着腮帮子点点头，朝着老郑国公道谢。一家人开始忙活的时候，赵轩将手里的小纸条给展开了，只是他的脸很快就黑了下来。只见那纸条上写着：赵轩，我能当阿宝的嫂子吗？阿宝好可爱啊，我家中也有个好看的弟弟。胡言乱语。阿宝吃得开心，见哥哥皱着眉头，他就只给哥哥递好吃的。张家，爷爷，我跟你说，今天大哥班里有几个姐姐一直要帮忙喂阿宝，我也跟着喊了一嗓子，也有一个姐姐来喂我吃饭，那个姐姐还给我果子吃。张尚书听得一脸黑。儿雅，你是大孩子了，不能让别人帮忙了。可是爷爷，阿宝比我还胖呢，阿宝都让人喂，我还没有阿宝胖。张将军在一边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他一脸嫌弃的道：张二丫，你这是在吃软饭。我就爱吃软饭，爹也喜欢吃软饭，大街上的人都说爹吃软饭。大街上说什么的都有，你什么都听啊？当然不是了，爷爷教过我们的，选择对自己好的听，不好的那就不听了。爷爷没说过这话。那难道是干爹说的？肯定是干爹说的了。干爹说不能活成人家喜欢的样子，就做自己就好了。我以后的梦想就是找个跟梁姨一样有本事的人养着我。张将军觉得自己要被气死了，他忍不住将视线看向大丫，大丫也跟着举手。爹，其实我也觉得弟弟说的对。气死了。爷爷，我们俩吃完饭要去干爹家找阿宝玩了，今晚也不回来了，我们得陪阿宝。可以，晚上别玩太久。兄弟俩点头。杏花街的娃仿佛约好了一样，吃完饭以后全都聚集到了阿宝的院子里，陪着阿宝玩。阿宝，那只猪你准备怎么办呀？爷爷说放到后院养着，
等猪长大了，我接见娘亲就回来了。要不然我们烤了吃了吧？烤乳猪不就是烤小猪吗？不可以，二丫，不可以这样的。一群娃说着说着，甚至还聊起了今天赵轩班里哪个姐姐好看，哪个姐姐说话好听。总之乱聊一通，孩子们说着闹着，没一会儿就睡了过去。阿宝睡在自己的床上，几个小男孩睡在外间的大炕上。毛13和赵轩蹑手蹑脚地进来给几个娃盖被子。这天晚上，阿宝做了一个梦，梦里爹爹娘亲都回来了，还带回来了好多好吃的。王春娘走之前跟阿宝说过，说等爹娘出征以后，宫里可能会来赏赐。结果第二天一大早，果然胖太监又来宣旨了。当然来宣旨，烤鸭是必须要有的。大小姐，今天这烤鸭是用果木烤的，你们尝尝。为了方便你们上学带着呢，宫里的御厨特意还做了烤鸭盖饭，你们可以带着上学。一听胖太监这么说，阿宝的眼睛顿时亮了。还有一些开胃的小菜都很可口，还有一道很好吃的羊肉都给大小姐带来了。他忽然仰头朝着胖太监问道：胖公公，你怎么给我这么多好东西哇？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不是，没有要求大小姐，只是知道大小姐喜欢吃东西，就把一些好吃的带给你们尝尝。而且，今天来宣旨意也是好事儿，皇上感念赵将军他们劳苦功高，封大小姐为嘉嫔公主，赏金银珠宝，并于今晚在宫中设宴，宴请群臣，还请大小姐出席。阿宝一听，歪着小脑袋想了想，而站在阿宝旁边的几个娃却是一脸的严肃。公公，公主不是皇上的女儿吗？当了公主就要认皇上当爹爹吗？他之前问过娘亲的，娘亲说过，公主就是皇上的女儿，太子和皇子就是皇上的儿子。当然不用，公主是封给大小姐的称号。除了今晚去宫里吃饭，还需要我做什么哇？胖公公倒是很有耐心，一直给阿宝解释着，说除了到宫里吃顿饭，再也没有其他的事情了。仔细地问过了，阿宝这才回头看向赵轩。赵轩向前一步，朝着胖公公，只不过刚要说话，他又憋了回去。阿宝好奇地盯着赵轩，赵轩朝着阿宝点了点头，阿宝也觉得自己可以点头了，所以他最终还是接旨了。还有2大箱子的金银珠宝。我爷爷早上做的肉饼，给你2个吃吧。胖公公要走的时候，阿宝又给他塞了2个肉饼。胖公公道谢，这才带着人离开。他已经愈发的淡定了，已经能很淡定的来往赵府了。赵府也没有师傅说的那么可怕嘛，毕竟大小姐已经给他不少吃的了。阿轩，你刚才是想说什么？是不是有什么顾虑？老爷，皇上突然封了阿宝为公主，日后若是有和亲，其实这种事儿不少见，有时候需要和亲，宫里就会从世家大族中挑选一个女子封为公主，用来外出和亲。可我又想，爹娘此次出征归来，应该不会有外出和亲的事儿发生了，所以我刚才还是没开口。今晚我也进宫，不必担心。孩子们是不知道他们这些担心的，几个娃都在很开心地挑选着自己想要的东西。大喜，你怎么选了个砚台啊？快来，快选个大金子。我不想要金子。只有大丫二丫很是热衷于大金子，2个人甚至还在商量着打一个什么样子的金项链。哥，不行，我不能自己戴，我要留着给我未来的媳妇儿，我得哄她，我不哄她，她怎么给我钱花？哥，不行，我不能自己戴，我要留着给我未来的媳妇儿，我得哄她，我不哄她，她怎么给我钱花？阿宝找了几块宝石，大宝也挑选了一幅字画，
康康要了一个金算盘。这个玉如意给钱小鸭吧。阿宝最后又扒拉了一些给安平哥哥还有老爷他们留着。哥哥，我都掐好了，剩下的送给刘夫子吧。调酒院的东西都往书院里送，所以阿宝也学着爹爹的样子，要将这些金银珠宝都送给书院。13，带着人去书院，跟书院做好交接记录。奶奶，用不用留一些银子出来用来施粥啊？行，也让大家知晓这些东西咱们家都没留下。好了，忙活完了，赶紧来吃饭了啊！吃完饭赶紧去书院，要不然又要迟到了。几个娃顿时跑了起来。老岳头啊，你说这跟养猪有什么两样啊？老郑国公哈哈大笑了起来，因为早上太慌乱了，所以去书院的时候，阿宝差点又迟到了。阿宝，你现在是公主了，大胆一点。不行的，我爹爹要是知道我迟到，会给我记账的。爹爹娘亲不在身边，阿宝反而更老实了。那阿宝这个公主当的有什么意思？就是个名头吗？现在看是这样，但是公主长大以后成亲的话，如果对驸马不满意，是可以休掉驸马的。而且一旦当了驸马，是不可以在朝中当官的。总之，当公主还是不错的。怎么当驸马呀？这么听起来，当驸马很好呀，也不用上朝，还能被公主养着，什么也不用操心。刘夫子悄悄地跟在这群娃的后面，他原本是想着感谢一下阿宝，可是听见二丫这样说，只觉得自己多此一举。杏花街的这几个娃呀，除了大宝和梁康，其他的有一个算一个，没一个靠谱的。康康，咱们现在除了阿宝，还有几个公主呀？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得让我娘给我打听一下。不用，让阿宝打听就好了。反正阿宝今天晚上还要进宫的。阿宝，到时候你问问不就行了？等我到时候问问潘公公就行了。一群娃就这么商量好了。白天有小伙伴们陪着，加上书院的夫子还带他们去菜地里认识各种幼苗，所以阿宝的一天过得很充实，并没有被赵恒和王春娘的离开影响多少。傍晚，阿宝端着一个小土盆，兴高采烈地跑了出来。老郑国公等在那里，瞧见阿宝带着一个盆，他好奇地问道：阿宝，你手里带的这是什么？花苗？老爷，这是夫子奖励给我的，因为我认识园子里的所有菜苗。我厉害不？这么厉害啊！阿宝真是有出息。岳爷爷，阿宝为啥连空心菜的苗都认识？我就是认识哇！我爱吃这个下锅子，奶奶给我种过。我还能分出猪前腿肉和后腿肉呢。一群娃虽然不理解，但是很震惊，毕竟猪的前后腿怎么区别呀？时间不着急，先送你们回家，等收拾收拾再进宫。几人不约而同的点头。阿宝，别忘了我让你帮忙问的事儿。放心吧。老郑国公和赵轩都不理解。阿宝，别忘了我让你帮忙问的事儿。放心吧。老郑国公和赵轩都不理解，这几个娃又是做什么呢？一告别阿宝，梁康就拉着二丫到一边，边走边说道：二丫，当驸马有什么好的？你忘了咱们之前碰见的那个公主，她娘是苏家那个，还不如找个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呢。那我得赶紧跟阿宝说说，别让他打听了。二丫想了想，决定听康康的。康康是个聪明娃，所以他决定好了，赶紧撒腿去找阿宝。梁康看了看旁边的大丫，他说道：大丫，人贵自立。康康，你能不能说点我能听懂的？你怎么跟我爷爷一样，净说些我听不懂的？就是你还是要自己有钱，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尽量努力吧。实在没办法，那就只能也去当驸马了。至于二丫，已经跑没影了。二丫跟阿宝说完没一会儿，阿宝很快就跟着老郑国公和赵轩进宫了。
哥哥，皇上为什么让我当嘉平公主？为什么不能让我当大公主啊？阿宝，大公主也就是长公主，如今的长公主是皇上的姐姐。嘉平，应该是因为爹娘出征平定战乱，为了嘉奖赵家，所以叫嘉平公主。阿宝一听见这封号跟爹爹娘亲有关，他也就点头应了。哥哥，我们到了宫里，是不是可以先去找安平哥哥啦？我已经好久没看见安平哥哥了。赵轩点头。安平以前是有些胆怯的，人一多就容易慌，如今在宫里陪读久了，倒是也没有那么在意旁人的眼光了。他就等在大殿门口，远远的看见阿宝过来，顿时快步朝着他们那边走了过去。爷爷，阿轩，阿宝。安平朝着他们打招呼的时候，顺便不着痕迹地打量了一下阿宝的衣服。很好，瞧着就是质量很好的样子。然后他就跟赵轩在一旁聊了起来。胖公公远远的就看见这祖孙俩，他赶紧带人凑了过来，帮忙在前面引路。此时裴文帝刚从御书房里走了出来，赵恒和王春娘的出征让他心里轻松了许多，所以他准备今天趁着给赵家那个小胖娃封公主的时候，好好的嘉奖一下赵家。这宴会毕竟是给阿宝办的，所以裴文帝一落座，就让人将一顶很是华贵的金冠送了上来。在场的人除了赵家的，其他人都要被这金冠给闪瞎眼了。毕竟那金冠上镶满了宝石，被烛火一映照，简直是富贵迷人眼。阿宝站在大殿中间，他好奇地瞅着大太监将那顶金冠送到了自己的面前。大太监站定的时候，阿宝甚至还好奇地数了数那金冠上的宝石数量。18颗，没有姐姐给我镶的多。阿宝啊，日后你就是嘉平公主了，朕将这金冠赐予你，连同今日早上那些金银珠宝，足够你用很久了。阿宝看了看那金冠，他摇了摇小脑袋，见皇上坐的那样高那样远，他就稍微加大了嗓门喊道：皇上，我不要，这个没有姐姐做的好看，我不要。你不喜欢？难道你最喜欢那些金银财宝？朕听说早上那几箱珠宝你都收下了。我不喜欢。阿宝点头，说的就是大实话。宝石太少了，他不想要，而且爹爹说过了，有人突然要给你东西，很有可能是有什么问题的。皇上，你突然对我这么好，是不是要害我哇？今天早上那些财宝，我哥哥都让人送到书院了哇，都给书院用的。一句童言童语，将裴文帝的那点小心思都给打碎了。我姐姐不让我乱要东西，她跟我娘出去打仗了，你不要趁着我姐姐娘亲不在欺负我和我哥哥。这个人是不是真心的，他还是能感觉到的。虽然他只是一个小孩子，他可是最厉害的胖生生。阿宝说完这句话以后，整个大殿都安静了下来。其实这是最真实的实话，只不过碍于皇帝的身份，没有人敢说，只是一个单纯的小孩子说了出来。皇上，佳妹童言无忌，请不要怪罪于她。哥哥，我没有做坏事哇。没错，阿宝很好。阿宝咧嘴嘿嘿的笑。皇上，佳妹年幼，是我爹娘最牵挂的人，请皇上念在佳妹年幼的份上，不要给她太多拘束。皇上今日所赏赐的东西，我们都捐给了书院，只想为京城的教育做些事情。裴文帝眸色深深地看了赵轩几眼，最后到底是没说什么。没错，他现在确实不能动赵家的人。赵恒他们现在还没有走远，说是得知家中有事，杀回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赵家小子，朕不过是封个公主，你们不必如此大惊小怪。
你妹妹尚且年幼，等日后成年，便移居公主府。公主府是哪里哇？是公主成亲的地方吗？皇上，公主府就是可以娶好几个新郎的地方吗？这该如何回答？赵家人到底是怎么教的孩子？这都问的些什么呀？阿宝，谢过皇上给你大房子。赵轩摸了摸阿宝的小脑袋，阿宝也就有话学话，很开心的道：谢谢皇上给我大房子。裴文帝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阿宝毕竟是今晚的主人公，裴文帝跟阿宝说完话以后，就放他们兄妹俩回座位上吃饭了。大太监带着胖公公他们给这群贵客上菜，经过阿宝身后的时候，两人正巧听见阿宝一脸疑惑地朝着赵轩问道：哥哥，娘亲不是说等他们出征以后，皇上不会为难我们吗？为什么皇上对我还不好啊？胖公公一听这话，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而大太监则是眼睛转了转，将这话给记了下来。赵轩朝着两人看了一眼，没说什么，只在一旁给阿宝夹菜。而大太监很快将这话传到了裴文帝的耳边。裴文帝皱眉，他是故意的，还是当真如此相信朕？这话大太监哪敢接呀？年轻的时候，王将军确实美得惊人，一身朝气蓬勃，还救过皇上。皇上会动心也难免，可坐在这龙椅上的，又有几个真心人呢？罢了，就这样吧。裴文帝到底还是息了折腾赵家的心思，无他，实在是赵恒那人太疯魔了，指不定会杀回来呢。老爷，哥哥，公主府在什么地方啊？大不大啊？还没建造呢，你年纪小，还早呢。好吧，嘿嘿。阿宝嘿嘿笑了一声，然后突然拉开了马车的窗帘，他仰头看着外面天上的月亮。哥哥，爹爹娘亲他们现在走到哪里了哇？娘亲说我们抬头都能看见月亮，说不定娘亲现在也在抬头看月亮。回家，我给你在地图上指一指，你就知道他们大概走到哪里了。阿宝点点头，虽然他现在过得也很开心，但还是特别的想爹爹和娘亲。第二天，宋氏和老药王已经张罗着开始施粥了。阿宝他们这天正好休息，所以也都跟着来帮忙。阿宝虽然是赵家的孩子，但是因为时常跟着他们来施粥，之前也经常在调酒院玩，所以很多百姓都认识阿宝他们。每个碰见阿宝的人就像长辈一样慈爱地喊着他们。阿宝，你们今天不上学吗？阿宝一听这问题，顿时笑得眯起了眼睛。不上学，嘿嘿，要是天天都不上学就好了。众人先是一愣，然后都跟着笑了起来。大丫二丫在一边分馒头，兄弟俩踩在小板凳上，很是认真地分着馒头。不过毕竟处于人群中心，两人听了很多的八卦，所以施粥结束的时候，大丫二丫顿时神秘兮兮地朝着阿宝他们跑了过来。阿宝，阿宝，我跟你说，在西八胡同里有个神秘的地方，咱们去看看吧。我刚刚听他们说，那里有个算事儿特别准的土地庙，咱们去瞧瞧吧。阿轩呐，带几个暗卫陪他们几个出去溜溜吧。难得休息一天，跟着我们忙活了大半天。赵轩见阿宝眼里也跟着放光，他点头，带着一群娃朝着西八胡同赶了过去。西八胡同确实有个土地庙，他们赶过来的时候，还有人刚离开，地上还有烧掉的黄纸。我先来，我刚才听到了，他们说要先把一吊钱放在庙前，然后小声的将你想问的事情告诉土地公公，然后等一会儿就会有答案了。二丫说着，就将身上所有的铜板全都放在了土地庙的庙门口，然后就小声地说道：土地公公，我长大以后能不能当驸马呀？很快也就几秒的时间，土地庙门口忽然烧起了一摞黄纸，
那黄纸烧完以后，地上的铜板都不见了，倒是一张纸条放在了二丫的面前。二丫捡起那纸条看了看，大哥，我不认识这2个字。赵轩低头看了看那个写得很是繁复的字，如愿，就是你的愿望能实现的意思。二丫一听这话，顿时激动地蹦了起来。可是康康却盯着那个小小的土地庙，满是怀疑。会不会有鬼？会不会有鬼？京兆府里的那个徐大人最近好像张贴了公告，说要评选京城好公民。这土地庙里要是真的有玄机，那我们几个是不是也可以去申请一下？好像还有奖赏呢。大哥，我也去问问，我这里有1袋子银锭。相比较二丫狗狗祟祟的样子，康康看起来很是有气势。他往土地庙跟前那么一蹲，然后就将1袋子鼓鼓囊囊的银锭放到了面前，小声地说道：土地公公，请您告诉我，我以后的媳妇儿姓什么？如同刚才一样，一摞燃烧的纸突然扔了出来，然后那一小袋银锭就不见了，出现在康康面前的也是一张纸。康康倒是认识这个字，潘。大哥，我问完了，身上也没有银子了，我们先走吧。赵轩点头，也没有说什么。13，先别回府，先去京兆府。毛13见大少爷没反对，就拉着他们往京兆府去了。我们去做好事儿吧，我觉得有人冒充土地公公在骗钱，所以我们可以将他给抓起来。既然那么多人去过，他肯定骗了不少钱。看看，如果土地公公的庙里有个大骗子的话，那你刚才的那些钱岂不是都被骗光了？嗨，那个钱袋里面都是石头，刚装的，庙里肯定住着一个大骗子。哇，康康这么厉害，你刚才就怀疑里面有个骗子吗？那我的那些铜板怎么办？他都说我以后可以当驸马了。你才几岁就这么执着，以后肯定可以当的，还用他说？你要相信你自己。阿宝站在旁边听着康康这话，他忍不住的点点头，他觉得很有道理，他以后一定会成为最厉害的胖婶婶的。二丫一脸我亏死了的表情。你们别跟我爷爷说呀，你们就说我今天买吃的了。知道了。徐大人听见侍卫说外面围着一群孩子，正好他事情忙完了，结果出来一看，竟然是杏花街的这群孩子。你们几个凑在这里做什么？几个娃只朝着徐大人咧嘴，尤其是康康，刚刚讨论的那些关于公告的事情，他是一句话都没有提。看见梁康没有提，阿宝也就跟着没说这个。徐大人，你当这个官开不开心哇？开心。他之前一直很有想法，但是没有好的平台施展。如今到了京兆府，他有很大的施展空间，所以每天虽然很累，但是都很开心。我也很开心，我爹爹说你是个好官，看来我娘亲说的果然没错，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开心就能办好事儿。说完，阿宝就跟着梁康他们往马车上爬了，他们得赶紧商量赚钱大计了，毕竟可是5两银子呢，而且那个大骗子打着土地公公的名头，真是太不好了。毛13看着一群娃都在讨论抓骗子的事情，忍不住地朝着赵轩问道：大少爷，我们要帮忙吗？要是帮忙就是作弊了，让他们忙活吧，我们只负责保护就好了。鉴于要当京城好百姓，几个娃吃了午饭就悄悄地来西八胡同这边蹲守，里面肯定躲着人，到时候大宝把火折子往里面一扔，我就把网扔出去。阿宝，你这个大刀尽量别砍出去，容易伤人。大宝暗中找了一个比较好的角度，直直地将那火折子扔了进去。下一秒，那小小的土地庙里果然传来了什么动静，可是很快那动静就消失了。阿宝的小耳朵动了动，他没有再听到任何从土地庙里传来的动静，里面应该没人了。难道里面有个会法术的聪明大人参吗？不过阿宝的耳力实在是太好，
就在他思考里面是不是有个大人身的时候，他灵敏地觉得自己的脚底下好像有什么动静。看看，下面地里好像有人。阿宝刚说完，就拖着自己的大刀跑了出去。有地鼠在地下活动，说是寻常的小孩或许察觉不到，可是阿宝的耳朵太好用了，而且阿宝拖着大刀也能跑得很快，所以很快康康他们就看到阿宝抡着大刀朝着地上砸了过去。下一秒，地下面就传来一道隐约的呼痛声。地下好像有人！阿宝嘿嘿了一声，在康康他们跑过来的时候，他笑嘻嘻的道：肯定打晕了，下面都没有动静了。不过康康他怎么能在地下跑啊？肯定是因为下面挖了地道，他们肯定筹谋了很久。瞧见毛13要过来帮忙，13，你别过来帮忙，你过来帮忙，那5两银子我们还要分给你。没想到我被拒绝的理由竟然是这个。然后他就跟大少爷一起，瞧着几个娃真的从地里挖出来一个已经昏死过去的人。毛13转头看向赵轩，大少爷，我不能帮忙，但是我帮忙报官总可以吧？赵轩看了看那个被挖出来的人，说道：且慢，我先看看这个人有没有被阿宝打成重伤。毕竟阿宝那一大刀瞧着挺唬人的。赵轩朝着阿宝跑了过去，他先拉住了阿宝的手，仔细地检查着阿宝他们几个的手，见他们的爪爪除了脏了一些也没有受伤，他这才放下心。大哥，我们带着他去报官，肯定会得到那5两赏银的。大哥，是不是有什么不对？这个人伤得不轻，万一他撑不过被审问的那天，那你们也会有责任的。大哥，那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抓人的时候没想那么多，想着只要将人给弄出来就行了。你们在自己身上也伪造出一些伤口，也可以装成腿瘸或者胳膊疼。等到了京兆府的时候，徐大人若是问起来，你们就说是他先动手。这简单，大哥放心，我们保准办得妥妥的。于是乎啊，半个时辰后，阿宝几个娃拖着仍旧昏过去的男骗子走到了京兆府的门口。徐大人听见动静，大步走出来的时候，最先看见的不是躺在地上的那个男骗子，而是乱七八糟的孩子们。孩子们明显是打过仗的，看起来灰头土脸的。张家的那2个小子好似腿瘸了，往前走的时候一瘸一拐的。大人，我们来报官，在西八胡同口有个土地庙，我们听说很多人去许愿，我们也去了，结果正好瞅见他从土地庙里跑出来，然后我们就打起来了。徐大人一听，人还有些懵。大人，好像很多人受骗，我们在周围搜了搜，没有搜到任何银两，可每日去许愿的人络绎不绝，所以此事应当不是一件好事。孩子们瞧着都挺惨兮兮的，所有周围经过的人都在围观。赵轩话刚说完，梁康就很大声地喊了一句：徐大人，他骗了我1大袋银子，至少有50两。来人，将他弄醒。几个娃朝着康康看了看，见康康一瘸一拐地往前走，他们也都惨兮兮地跟着走了进去。赵轩走在后面，他朝着毛13交代道：去买些吃的，阿宝他们也忙活了大半天了。男骗子是个会点魔术的中年男人，他被京兆府的人用冷水泼醒的时候，压根没有反应过来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大人，冤枉啊！我为何会被带到此处啊？我的脑袋好疼啊！哼，你不知你为何被带到此处？你躲在土地庙里装神弄鬼，你打伤这几个小孩，还骗了那么多人的银子，你说你应该在哪里？男骗子起初还缩了缩脖子，可是听许大人说他打了小孩，他一脸懵逼地看向了站在自己身边的几个娃，紧接着他就大声地辩驳道：我何曾打过他们？中间这个小男孩我认识，他用1袋子石头来骗我，我拿到手才发现是1袋子石头。一听这话，梁康顿时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你怎么这样？那些银子都是我娘给我的，你说谎，你打我们，你还骗我银子啊！这些时日，你所骗的赃款都藏在了哪里？大人，这几个小孩污蔑我，我根本没有打人，我也没有拿他的银子。你放屁！我们不跟你打架，怎么能抓到你？我们都看了门口的告示，我们要赢5两银子，所以都没有找大哥和13帮忙。梁康一边说，嘴还有些歪歪的，仿佛被人打歪了一样。是啊，我是怎么晕过去来着？土地庙下面被我挖了一条地道，我就记着一直在跑，跑着跑着，好像就晕了。所以，到底是谁把我打晕的呀？阿宝在一旁悄悄地动了动小身子。嘿，我打的。赵轩，先带孩子们回去，我们会张贴告示，通知受骗的百姓们，后续有结果再通知你们。徐大人，那他骗我的银子能收回来吗？我们会立即追查那些银子的下落。你他娘的听不懂人话呀！你给老子的是石头，不是银子！梁康被吓得又是眼泪汪汪的，男骗子又是一通骂骂咧咧。康康，你刚才为啥哭得那么快，眼泪吧嗒吧嗒的？跟我姨娘们学的，她们都可会哭了。哎，早就跟你们说过了，我爹娶的那些姨娘们都可多才多艺了，我感觉咱们的赏银跑不了了。阿宝也跟着开心的跺脚。真好，咱们玩了还能赚银子，等下次再放假咱们再出来抓。几个娃被赵轩带着回杏花街了。大人，我刚才看见张家那个孩子起初还是一瘸一拐的走，可快要出门的时候已经健步如飞了。想来也是，他们几个孩子怎么能抓到这么油的骗子？或许是家中侍卫帮忙了，他们不好意思说，只得假装是他们抓的，无妨。阿宝他们回到杏花街以后，就开始很骄傲地跟家里的长辈们说着今天完成的事儿。老爷，这把大刀太好用了，就是有点沉。老爷，这把大刀好用是好用，但是阿宝今天拍晕那人的时候，其实差点重伤那人。这把大刀用来防身，会不会容易出事儿啊？让我想想，阿宝出去玩确实不能每次都带着这把大刀去。容老爷想想，最好给阿宝整个顺手的，上学都能带着的。一听上学都能带着的，老爷，上学不能打架的。嘿，咋还怪听话的呢？爹爹娘亲，我想你们。第二天，阿宝他们又要去书院了。不过孩子们刚在书院坐下，就有一个穿着京兆府侍卫服的人走了进来。夫子，打扰一下，我是京兆府的护卫，奉京兆尹徐大人之命来找梁康、赵阿宝5人。侍卫这话一说完，阿宝，你们是不是犯法了呀？肯定是阿宝太胖了，要来抓他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阿宝则是眼睛亮亮的看向京兆府的侍卫，问道：叔叔，是我们的赏银下来了吗？大人命我来告诉你们，赃银已经追查到了，不日就将重新开堂查办。受骗的人大多都是老人，所以目前还在整理受骗名册。作为报案人，除却让你们知晓详情，大人还命我将这几张纸带过来，请你们填写之后送回京兆府。一听要填写东西，阿宝的小眉头顿时又皱了起来。为什么做好事还要写字哇？梁康脑子转得快，他小声地跟小伙伴们说道：肯定是让咱们写京城好百姓的。阿宝接过那张纸，他看了看，那几个大字他根本不认识。夫子，你帮我看看这几个字是什么哇？我不认识。夫子接过阿宝手里的纸，上面有京兆府的印，显然是一份京城好百姓的登记纸。看来杏花街的这几个娃应该是做了什么好事儿，要不然不会让京兆府这边都有动静的。下课以后我统一给你们说。夫子朝着几个娃道，他尤其的瞅了瞅大丫和二丫，毕竟那兄弟俩的牙龈都要笑飞了。
谢谢叔叔，给你个核桃吃。阿宝从大兜兜里掏出了几个核桃，递给了侍卫。我爹爹说了，吃这个能长脑子。一旁的夫子同样也很哭笑不得。阿宝见夫子也盯着自己瞧，他以为夫子也是想要的意思，所以就又掏出2个来，递给了一旁的夫子。怎么了这是？又被罚抄书了？夫子，我们是做了好事儿，京兆府让我们写东西呢。山长，我看过了，确实是这样。京兆府应当是有意将京城好百姓的称号给他们，所以才让他们来写东西。那你们还愣着做什么？赶紧去那里坐着，一笔一画的写好了。几个娃赶紧去一旁坐着，有了2个大人的帮忙，他们很快就写好了。你带他们回去上课，我亲自将这些东西送去京兆府。若真是这样，书院也会给你们奖励的。毕竟是坡山书院的学生获得的荣誉。夫子，我们可以自己送过去的，我认识路的。夫子，书院会给我们钱吗？会给你们比钱更珍贵的东西。不送银子，难道送我们小猪吗？应该是小猪吧。有没有可能送书？我觉得送书的可能性比较大。那还不如不送呢。如果每次都送书怎么办哇？如果每次都送书怎么办哇？我们还做好事儿吗？阿宝有些纠结的道，他其实也不喜欢看书。当然做了，我们要是一直做，夫子总不能一直送我们书吧，那样他们脸上也挂不住的。这么厉害的书院，结果这么抠搜。这个小子好像是在点我。而且我娘说了，我们不能有目的的去做什么，就好像我们上学不是为了考状元，是为了让自己不那么笨。可是我上学就是为了赚小猪啊！哎呀，反正我也说不清。总之，我们以后该抓人还是要抓的，书院给不给奖励都无所谓，反正京兆府会给的。阿宝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康康说的对，徐大人比刘夫子大方多了，刘夫子太抠了。阿宝他们几个边走边讨论抓骗子的事情，夫子是一句话都不敢多说，生怕引火烧身。阿宝他们回到书屋的时候，远远的就看见钱小鸭等在外面。钱小鸭一看见阿宝，顿时朝着阿宝跑了过来。阿宝，你没事吧？那个人不是来抓你的吧？阿宝嘿嘿的笑。当然没有啦。钱小鸭，我跟你说，我们2个小姑娘凑在一起说悄悄话。二丫朝着钱小鸭那边看了一眼，然后就哼了一声。哼，阿宝真是的，看见钱小鸭就忘了我们这些好兄弟。夫子倒是在一边赞同的点头，跟着钱小鸭混好啊，那赵阿宝还能多学一点。关于男骗子在土地庙骗钱的事情，京兆府处理得相当迅速，不到3天就已经将事情给处理明白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男骗子骗了钱以后也不舍得花，都藏了起来，所以那些被骗的老人们基本上都拿回了自己的钱。就是康康的这50两，京兆府通知康康来领银子的时候，那一旁正在被押着送往大牢的男骗子顿时发疯了一样的喊了起来：大人明鉴呐，那银子是我自己攒的，不是骗来的。那个小屁孩才是个骗子，他分明给了我一袋子石头啊！压下去吧。一旁跟着的侍卫仿佛没有听见这话一样，顺便还朝着旁边记录的人问道：表彰信写好了吗？那人点头。行，立即派人将表彰信送去破山书院，再把那些小铁牌拿出来。疼死我了！50两银子啊，那是我行骗之前辛苦攒的银子呀，怎么就落入了那个不要脸的小王八蛋手里？奶奶，我明天就要领奖啦，我明天该穿什么衣服啊？阿宝啊，穿那件红色绣着发财猪的衣服好不好啊？奶奶看那绣工极好，绣的猪很好看，而且瞧着也低调，怎么样？好，听奶奶的。阿轩，
明天阿宝他们领奖，你们书院呢还办得很隆重啊。用不用家里人出席呀？爷爷，不用出席。刘夫子怕耽误他们学习，将时间安排到了上午下课前，而且时间也会很短。哎呀，这么大的事情应该去看看的。放心吧，爷爷，这只是开始，以后说不定还有机会呢。毕竟这几个娃每天上学放学的马车上都在聊抓骗子的事情，老药王只得点头。老郑国公看着阿宝那开心的模样，他也跟着笑了起来。等明天回来，我也有东西要给阿宝。领奖的这一天，应该算是爹爹娘亲出征以后阿宝最开心的一天了。一大早的，阿宝穿戴一新，就开心的出去找小朋友们了。阿宝以前走进学堂的时候都很迷糊，要不然就打盹儿，反正不像是今天这样兴高采烈的。今天他一进了书院，见人就说道：你知道吗？今天上午我要领奖啦！以至于不少小朋友都朝着阿宝做鬼脸，但是阿宝也不恼，反而开心极了。那1两银子我要存起来，给我爹爹娘亲看。我爷爷说了，那1两银子任由我们处置，真好呀！我一定要好好出去逛逛。夫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几人的身后，他面无表情地说道：说完了，赶紧回去准备上课了。阿宝一听是夫子的声音，顿时回头朝着夫子咧嘴道：夫子，你知道吗？我今天要领奖啦！我是京城好百姓。麻溜的。阿宝瘪瘪嘴，然后就噔噔噔地朝着书屋里跑了进去。梁康、赵阿宝等5人在西八胡同勇抓骗子，京兆府授予5人京城好百姓称号，赏银共5两，书院另赠5人书各1套，以示鼓励。但是孩子们，此举不可效仿，你们毕竟还是孩子，此举有危险，虽然要勇敢，但是不必以自己性命去拼。而阿宝完全沉浸在刘夫子送书的震惊中。刘夫子怎么这么抠啊？真的送书啊？阿宝回神了，快接牌子，京兆府给的牌子呢。阿宝赶紧回神，就见刘夫子将一块铁牌子递给了自己。阿宝赶紧接过，他低头一看，那牌子上除了他赵阿宝的名字，其他的字儿他都不认识。夫子，要抓到什么样的骗子才能得小猪啊？只能好好学习。这天傍晚，整条杏花街上的人都能听见钉钉子的声音。老郑国公亲自给阿宝钉京城好百姓的铁牌子，阿宝仰着小脑袋站在一边，很认真地瞅着。老爷，我是不是很厉害哇？老郑国公一边钉牌子一边说道：当然了，阿宝当然厉害了，年纪这么小就是京城好百姓了，而且帮那么多老人拿回了银子，很厉害的。阿宝嘿嘿地笑。原本的赵府在赵恒和王春娘的衬托下，其实是有些威严的，但是这块跟补丁一样的铁牌子挂上去的时候，就显得好似接地气了。阿宝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将那1两赏银很郑重地放到了床底下的小木盒里，要等爹爹娘亲回来以后给他们看。收拾好这些以后，他这才钻进了被窝里，开心地睡了过去。相比较阿宝的不乐意，大丫二丫开心极了，兄弟俩又得到了这银子的支配权，所以这天放学，兄弟俩很是开心地去了书坊。大丫二丫是跟着管家来的，应兄弟俩的要求，管家守在外面，兄弟俩进去挑选。哥，我想买本话多一些的，很多字我也不认识呀。大丫点头。就在这时候，旁边一个小二凑了过来。二位啊，我们书坊今天其实来了一批新的书，很是好看，还有那种教你怎么当官怎么当驸马的，你们俩要不要看一看？不过这种书官府不让卖，
所以你们得跟我去楼上瞧瞧。一听这话，大鸭放在袖子里的手就要拉住二鸭，可是二鸭已经两眼放光了。真的吗？真的有教怎么当驸马的书吗？当然了。那你们有没有那种可以教人当很有钱的人的书？还有那种当很厉害的大人的书？我还有小伙伴肯定也想买，你都给我留好了，我明天就带他们来。小二一听还有几个孩子，他顿时点头。行，那我给你们留好了。你一定要等我们放学就来。大鸭没敢说话，他总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哪里不对又说不出来。在二鸭和小二拉完钩以后，大鸭二鸭这才出了书房找管家。兄弟俩一离开，旁边一个小二顿时来找这个推销书的小二，问道：靠谱吗？今天就放人走了？放心吧，我打听过了，这两个是最笨的，又想走捷径，又不好好读书，所以肯定会上钩的。今天放他走，这是放长线钓大鱼。回杏花街的马车上，二鸭一上马车就压低声音朝着管家道：快去找康康。管家甚少见二鸭这样急，他点头。到了梁府的时候，甚至为了掩人耳目，还故意让大鸭二鸭从侧门进去的。他又将马车给赶着回了后门。康康，快，我们俩碰见骗子了，绝对有问题，但是我们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你们先坐，我让人去把阿宝大宝他们喊过来，再让后厨上点好吃的。他直接将空间给让了出来，让孩子们自己讨论。梁姨，我还想吃小酥肉。梁夫人笑，点头走了出去。几个人都住在杏花街，所以联系起来很是方便。很快，阿宝他们就被喊了过来。阿宝跑过来的时候，梁康一眼瞧见了阿宝的大兜兜里好像是装着什么，鼓鼓囊囊的。阿宝，你兜里装了什么？我姥爷刚买的好吃的，奖励我做好事儿。别吃了，阿宝。好啦，现在人齐了，我要说了。大鸭和二鸭就将今天碰到的事情说了出来。我感觉这个小二有问题啊，他怎么知道我想当驸马？除了在咱们这里，去书院我都没怎么提过呢。二鸭始终记得爷爷之前跟自己说的话，碰见什么蹊跷的事儿，一定要找大人，要不然就找康康大宝他们商量。他和哥哥虽然脑子笨了点，但是主打一个听劝。而且我自己也知道的，当驸马也不能嘴上吆喝，也得好好学习。我爷爷说了，公主又不眼瞎。该说不说，二少爷这人还挺清醒的嘛。我觉得他们是想骗二丫的钱，然后再让二丫带我们去骗我们的钱。不会的，肯定不是骗钱。二丫手里只有1两银子，他们为了几两银子冒这么大的风险，应当不会。现在有2个问题：第一，他们为什么会知道二丫想要当驸马？第二，他们找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土地庙那个男骗子有没有同伙？若是有同伙的话，说不定就是这群人，说不定是他的同伙。那时候二丫许愿的时候说过驸马，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大宝说的对，这样猜测的话，那些人就是为了报复我们，所以想要将我们骗过去。二丫，你听懂了他们是怎么猜出来的吗？阿宝，我也听不懂，不过咱们跟着照做就是了，还不用费脑袋。你没看我爷爷，我感觉我爷爷就整天掉头发。我爹说我爷爷就是用脑子多了，所以让康康和大宝费脑袋就行了。阿宝，你刚才带的点心呢？我又有点饿了。阿宝胖嘟嘟的一坨站在那里，他始终觉得哪里有些不对。阿宝，宫里什么时候来给你送烤鸭呀？我有点想吃烤鸭了。大宝和康康看过来的时候，3个人已经围在一起，吃得很开心了。这件事儿得去找金兆尹徐大人，
说不定明天早上他还能管咱们一顿饭呢，你说对不对，大宝？反正几个娃这样一合计，就决定第二天早上要去京兆府混一顿早饭吃了。几个娃也就决定这天晚上就在梁府住了下来。梁夫人一听这个消息，顿时过来找阿宝了。阿宝啊，今晚跟干娘一起睡觉吗？阿宝点点头，朝着梁夫人张开了小胳膊。梁夫人立即抱着阿宝往外走，一边走一边朝着几个小男孩叮嘱道：别玩太晚啊，明天早上让13跟着你们。康康他们点了点头。第二天一大早，老药王他们就等在梁府前厅，准备看看娃。昨天晚上他们就知道几个娃准备去京兆府了，赵轩暗中派了暗卫跟着，所以他也就没有阻止。到了京兆府别乱跑哈，记得跟着康康他们。放心吧，爷爷，我肯定会吃饱饱的。这我也没有担心你吃不饱啊，我都怕你给人家京兆尹吃穷了。好了，我们该走了，你们不要担心了。吃完饭办完案，我们就去书院了。康康朝着长辈们说道。阿宝拽了拽自己的小布包，确定爷爷都将自己喜欢的零食给装进去了，这才跟着康康他们离开。京兆府，该说不说，京兆府的侍卫们已经认识杏花街这几个娃了，所以当几个娃又来了的时候，上次去书院找他们的侍卫立即大步走了出来，朝着几个小朋友问道：你们怎么来了？天色这么早。叔叔，我们有事儿找徐大人，我们得面谈。侍卫一听，见几人都一脸正色，他想了想，还是带着几个人进了京兆府。京兆尹徐大人明显是个勤勉的官，侍卫带着一群娃走进去的时候，徐大人已经在看卷宗了。阿宝努起小鼻子闻了闻，好像闻到了早饭的味道，是不是有豆腐脑啊？说吧，找我一定有事吧？梁康点头，就将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许大人。我们准备今晚去将他们一锅端了，但是需要大人的帮助，他们肯定是一伙的。你们不能再参与了，这些人眼里只有钱，为了钱能干出任何事儿来。今晚你们露面结束，我就派人进去。大人，我们今天早上还没吃饭，你们能不能带我们吃个饭哇？徐大人有些懵，显然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说。而徐大人犹豫的时候，康康，大人是不是不高兴了哇？大人有大量，不会生气的。带他们去吧。侍卫一听，立即带着孩子们去后院吃东西。侍卫带着一串小朋友赶过来的时候，食堂里吃饭的那些衙役们都惊呆了，这咋带着一群小孩来的呢？饭菜都是一样的，不过吃不饱呢可以加，都是些糙汉子，吃食不是太精致，你们几个小孩怕是会吃不惯。不是哇，我们都是村里的小孩，除了粑粑应该什么都能吃。不过跟他们说的一样，阿宝他们就很乖的跟在侍卫的后面打饭，然后也很乖的坐在椅子上吃饭，吃得很香。叔叔，谢谢你们的饭，这是谢礼，你记得也要给徐大人啊。阿宝，京兆府的饭比调酒院的饭少了些油水。调酒院人少，有自己的小厨房，而且有自己的菜地。事实上他们也很羡慕调酒院，调酒院名声好，还时不时的有老百姓送好吃的，还有自己的菜园子。好吧，等我们什么时候带你去调酒院吃，那里的凉拌野菜最好吃了。天哪，竟然能通过几个娃娃就能去调酒院蹭到饭吗？毛13站在外面朝着几个娃喊道：大小姐，时间到了，得尽快出发。阿宝一听，顿时嗷嗷地跑了出来。几个娃很有礼貌地跟侍卫道别，一到了书院门口，大小姐，老公公给你准备的礼物你忘了拿了，老爷子特地嘱咐过的。一听这话，阿宝顿时蔫巴了起来。老爷说给我准备个顺手的武器，可我不想要啊。可是
可是这是老爷送给我的。所以阿宝只得认命地从毛13的手里将那东西给接了过来，然后就看见阿宝抱着一本好沉的书，看起来不是太厚，但是抱起来很重。月爷爷给你这个做什么？用来打人？我说我的大刀有点沉，老爷就给了我这个，说没事的时候还能让我翻开看看，上面有字。夫子这天又有了新的发现，阿宝他们这几个娃上课有些心不在焉的，而且一上午都是这样。按理说这种情况是要找家长来的，可是其他人还好说，阿宝这种情况咋办呢？爹娘都出征了，老人怕是又溺爱，算了，去找赵轩吧。赵轩这个当哥哥的也得担当起责任来了。这几个孩子到底是怎么了？今天看着都有些走神，尤其是阿宝。不行，我真的要去找山长谈一下了。想到这里，他快步朝着刘夫子的院里走了过去。只不过走在半路的时候，正巧碰见了赵轩往藏书阁的方向走。科举考试快要开始了，赵轩这段时间中午都不回家吃饭了。赵轩，夫子也是长话短说，将今天阿宝他们几个娃的情况说给了赵轩听。我瞧着阿宝他们有些心不在焉，你爹娘外出，管教小孩这块儿。夫子，你放心，我这就去问问。然后就快步走了出去。夫子站在原地有些后悔，是不是不该告诉他？看他这样子，显然是不准备去藏书阁了。下午的时候，赵轩早早的来了夫子这边，将自己打听的事儿告诉了夫子。他们傍晚要配合京兆府那边去做个事儿，具体的话不能告诉夫子，但是我已经批评过他们了，只要是在书院里就会好好学习的。夫子点点头，他拍了拍赵轩的肩膀。我会看着的，你快些回去准备吧，科举时间跨度很长，你要一直保持好状态。谢谢夫子。结果刚送走赵轩，他一出屋子，就看见阿宝腮帮子鼓鼓的往这边走，一边走还一边招呼钱小鸭。钱小鸭，钱小鸭，快来，我给你带了肉干，我小哥哥给我送过来的，今天中午刚到。夫子只觉得眼前一黑，要是他学习也有吃饭这个劲儿头就好了。傍晚的时候，大鸭二鸭如约带着一串娃到了书房这边。两个小二很是谨慎地迎上来的时候，阿宝忽然挥起自己姥爷给自己的那本很沉的书，直接将前面的那个小二给呼晕了。京兆府的人冲进来的时候，两个小二已经被孩子们的奇怪招数给制服了。看这两个小二鼻青脸肿的样子，真是凶残呀！哥哥，我今天又抓了贼，我能用这个令牌吗？就是当初裴文帝封阿宝当公主的时候给的。这个令牌其实就是个摆设，没什么用。你想用这个令牌做什么？大哥，我们想吃烤鸭了，我们准备用这个令牌劝2只烤鸭。行吧，是我多虑了，原来还是为了吃啊！让13去宫门口跑一趟吧。赵轩将这令牌递给了毛13，毛13有些犹豫。大少爷，宫里不会把我嘎了吧？不会的，不过肯定需要你多等一会儿，估计一时半会儿坐不下来。毛13点头，立即出发。毛13其实是有些忐忑的，毕竟宫里的人确实都很傲气，万一不搭理他。但是大小姐又是真的想吃，抱着这样的想法，毛13还是到了宫门口。你好，我是新华街赵府的护卫，这是我们大小姐的公主令牌，大小姐想要。赵家大小姐，快去通知内务府公公。侍卫朝着自己的同伴说道。毛13就这样看着他们毛躁地跑了出去。很快也就半刻钟的时间，胖公公都跟着侍卫来了。是大小姐的侍卫是吧？大小姐是不是要吃烤鸭呀？啊，是的，劳烦公公了。我已经通知御膳房了，估计还要等半刻钟。说实话，大小姐来了京城以后啊，宫里的烤鸭耗费都多了，
毛13镇定地点头，实际上心里都已经有些想笑了。好在胖公公人比较不错，在等待的时候甚至还陪着毛13聊天。宫里送出烤鸭来的时候，胖公公朝着毛13说道：现烤的好吃，你回去告诉大小姐，若是想吃的可以提前差人来送信儿，这样就不用在这里等了。好的，今日劳烦公公了，改日请到我们府上喝茶。毛13拎着烤鸭就要走，结果刚转身他又回来了，吓得胖公公一大跳。毛13朝着胖公公摊开手心：哦，对了，公公，这是大小姐让我给你的，大小姐让你下次来赵府吃好吃的。胖公公盯着那2个大核桃，麻木地点了点头。真好啊，大小姐又给他东西了。不过他怎么也得把1个核桃分给烤鸭的师傅，要不然对不住人家。听手底下的小公公说，御膳房最近不少人都去填烤鸭师傅。算了，谁让他会做呢？想必宫中一旦不要这个师傅，这个师傅也会被赵家迅速拉走的。哎，真是见鬼了！这哪里是什么正常公主啊？这分明是个烤鸭公主嘛！阿宝，我今天去找夫子，听见夫子在跟刘夫子聊天，大哥好像过些日子就要去宫院了，先学习半个月，再考半个月。哥哥去里面就不能回家了吗？可是哥哥没跟我说完。康康啊，会不会是你听错了？往年的考试都没有这么早，今年时间提前了吗？幺奶奶，我不会听错的，好像是刘夫子的一个学生在宫院里当官，刘夫子是听他们说的。所以考试的时间要提前1个月。康康摇头，考试的这些事情他也不太懂。他爹当年倒是考过科举的，但是他爹现在也不出现，肯定是在什么地方鬼混了。真是奇怪呀，为何今年时间要提前1个月？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一旦进去，考试前应该是不让出来了吧？阿轩那孩子，别一个人把什么事都自己担着呀。你们俩快去找阿轩问问，别让孩子自己为难了。书房，2个老头轻轻地敲了敲门。赵轩听出是2个老人的动静，立刻起身来开门。阿轩呐，我们俩说说就走，不会耽误你太久的。老药王一边拉着赵轩坐下，一边给他把脉，生怕想学习把孩子给累倒了。爷爷，老爷，你们不必担心，我没那么紧张。他年纪还小，说到底试水的成分居多，只不过他性格要强，所以并不会掉以轻心。听说考试的时间提前了1个月。刘夫子得到消息后就告诉我了，不过我准备跟宫院那边申请，学习的半个月我还是每天回家。阿宝这里我还是有些不放心。阿宝我们会好好照看的，你老爷我也是在京城待了1辈子的，也不是一点心眼子都没有的。赵轩摇头，并不是他不放心爷爷老爷，只是爹娘不在家，他必须要好好的看好阿宝，以防万一，交给谁他都不放心的。而且考试提前1个月，此事儿多少有点诡异，我感觉是冲着你来的。一旦进了贡院，在贡院里住下，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的。老爷，我有个猜测，如果他们真的是冲着我来的，那么应该不会在贡院动手，而是会在科举考试结束后。考试结束之后，朝廷会按照考试的名次去分配考生的去向，到时候我的去留便可以由他们左右，毕竟我爹娘又不在京城。不应该呀，朝廷有规定，不满16不能为官，即便名次很好，应当也不会立即安排你进朝廷各个衙门。老爷，我看书籍，前朝曾有一个少年10岁中了榜眼，虽未安排官职，却被皇帝安排在宫中尚书房，几年之后得了急症，便不久于人世了。若我此次考中名次，10有8九也会被安排进宫中。
那这到了宫里，是不是就任由皇上左右了？那咱们这次考试不参加了吧？等过几年再参加吧。爷爷，逃避没有用。再说，倘若真的进了宫，谁不好过还不好说呢。他很清楚，他自己也并非善类。阿宝，别听了，月爷爷他们要出来了。阿宝一听，赶紧蹑手蹑脚地跟着一群小伙伴离开。回到前厅的时候，阿宝坐在椅子上，看看，我哥哥是因为我才不想去考试的，他说他放心不下我。阿宝，大哥肯定是因为你不好好学习才不放心的，从明天开始你好好学习，他就放心了。阿宝想了想，总觉得这句话有什么地方不对，大家都不好好学习呀。科举这个考试是不是很重要啊？阿宝，明天去问问刘夫子吧，刘夫子读了那么多书，肯定很聪明的。大宝和康康也很赞同这个说法。刘夫子读了那么多书，头发也不算多，就找他吧。第二天一大早，阿宝起来的时候，正好看见赵轩往外走，一看见哥哥的身影，阿宝立即嗖嗖地朝着哥哥冲了过去，然后紧紧地抱住了他。哥哥，我特别喜欢你，所以我不想拖你后腿哇。听见阿宝这样说，赵轩回身，他摸了摸阿宝的小脑袋，朝着阿宝问道：阿宝，你是不是碰见不开心的事情了？跟哥哥说说。哥哥，你不要担心我哇，我很好的，你去考试。也不知道阿宝从什么地方知道自己要去宫院考试的事情。阿宝，哥是大孩子了，很清楚应该怎么做的，你别担心，哥心里都有数。阿宝摇摇头，但是也没有再说什么，因为他小，说不过哥哥，得去书院找刘夫子。书院，刘夫子走在外面的时候，就听其他夫子说，阿宝已经在院子里等着他了。他朝着院子里走进去的时候，就看见杏花街的几个娃都在。阿宝有些手足无措的，正拎着一个小布包，眼巴巴地瞅着院门的方向。夫子，你终于来了，你今天怎么来的这样晚呀？哎呀，你来的正好，我有个问题不太明白，你给我讲解一下。是一句诗。刘夫子这话一说，大丫顿时闭嘴了，整个人躲到了后面，根本不想跟刘夫子见面。大丫都这样了，二丫更是不敢上前了。阿宝就带着一个布袋子，噔噔噔地凑到了刘夫子的跟前，一脸认真地朝着刘夫子问道：夫子，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哇？我有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哇。不要给我东西，老夫不收。夫子，这个布袋子里面装的是药爷爷刚刚配好的药，可以长头发的。行吧，那老夫勉为其难收下了。说吧，你们碰到什么难题了？夫子，我哥哥要去宫院考试，但是他担心我，所以想晚上回家。但是我不想让我哥哥回来，我想让我哥哥好好考试。可是我哥哥放心不下我该怎么办才能让我哥哥好好去考试啊？你哥哥说他准备申请晚上回家，这不太现实，贡院那边不会允许的。他年纪本就小，要是再搞特殊，会说不过去的。夫子，你是整个书院里最聪明的人了，你肯定知道该怎么做的。这样吧，我去申请，去贡院教书。他们之前找过我，不过被我推了。但是我也只能保证，准备考试的那半个月我在，后半个月要考试了，除了监考夫子，谁都不让进的。夫子，你进去跟着，也只能让我们放心，放心我大哥在里面不会出事。但是不能让我大哥放心啊，我大哥晚上还是想回家的。大宝年纪虽然小，但是事情却是说到了点子上。刘夫子想了想，也确实这样。
他的视线朝着阿宝看了过去，犹豫了好久，这才说道：这样吧，我今天去争取一下，尽量上半个月带着阿宝去上课，你们觉得怎么样？这样的话，赵轩肯定会放心了，晚上也会住在贡院里了。一听这话，大鸭二鸭已经开始疯狂点头了，但是大宝又摇头了。夫子，男女有别，你还是带着康康一起去吧。刘夫子很是无奈，他叹了一口气道：你们几个娃，你们以为贡院是菜市场吗？想去就去啊。阿宝一个人跟着夫子，我们也不放心，让康康一起去。夫子，你今天去贡院的时候可以问问我，让我娘给贡院捐点银子啊。夫子，你带我一起去。大宝说的对，男女有别，你带我去，我们大家都放心了。那你家能捐多少？我好去跟他们谈。这简单，我让我娘跟你一起去谈，我这就让人回去通知我娘。几个娃就这样跟刘夫子将项目给谈妥了。阿宝几个娃回去上课的时候，阿宝还不忘跟刘夫子说道：夫子，等我爷爷再做了药，我再打给你。刘夫子摸了摸自己的头发，总觉得自己笑不出来。诸位，我要当贡院的护卫，直到考试结束。两位有所求？是的，请大人允许，让刘夫子带着2个孩子旁听。我可以保证他们不会闹事儿，而且考试的时候就跟刘夫子一起离开贡院。这事儿得去找皇上问问。御书房，礼部官员将这件事情上报的时候，裴文帝坐在那里面无表情。裴文帝越是这样，礼部的官员越是害怕，生怕皇上发怒。大太监站在旁边也是胆战心惊的。准了，不过你要告诉老郑国公，既然要当贡院的护卫，就不能穿私服，得按照贡院的要求穿。礼部的官员赶紧点头，只是心里难受得很。护卫的衣服大多都很朴素，而且要求一天有一大半的时间都站在那里，对于一个老人来说，他是不简单的。这天晚上，刘夫子他们就收到了这个消息。赵府，岳爷爷，我跟你一起吧。岳爷爷，我跟你一起吧，正好我不用上学了，还能给你捶捶腿。嗨，别担心，这事儿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真的吗？我害怕，我还会担心老爷。阿宝有些担心地说道。之前娘亲说过，老爷身上有很多旧伤，天气不好的时候，老爷的腿脚就会难受。放心吧，老爷坚持得住，若是坚持不住，老爷会跟他们说的。阿宝，你说我们是现在告诉大哥，还是过几天给大哥一个惊喜？过几天告诉大哥吧，吓大哥一跳。不行，我要今天就告诉哥哥，让他从今天就开始高兴。老郑国公点点头。在阿宝开心的时候，大鸭拉了拉大宝的衣服，一脸羡慕的道：大宝，阿宝和康康去贡院过好日子，那咱们还得继续上学。你当时为啥不跟刘夫子说让我去呀？我觉得康康脑袋灵活，你要是跟着阿宝去了，你们俩谁也帮不了谁。我也不想上学，我能不能跟着岳爷爷去看门啊？哥哥，我进来了啊！赵轩应了一声，阿宝就带着长毛到了书房里面。哥哥，我有话跟你说。哥哥，我可以跟你去贡院，你不用每天往家跑了。老爷也去，老爷去看门，刘夫子带我和康康一起去。赵轩其实已经从暗卫的嘴里知道了来龙去脉，但是他还是很认真地听着他说话。哥去学习的时候，你能随身带着老爷给你的那本大书防身吗？嘿，哥哥，我带我的大刀去，那我回去睡觉了。阿宝跑得很快，生怕影响赵轩学习。看着阿宝胖嘟嘟的背影，赵轩感慨地站在书桌旁边。
爹娘出征以后，阿宝还是无意间的慢慢的长大了，他也说不准这是好还是坏。3天后，考生们需要去往贡院集合了。从这天开始一直到1个月后考试结束，衣食住行都在贡院里面。出发前1天晚上，宋氏帮着兄妹俩收拾东西。阿宝啊，林嘴就不给你带了啊。你干娘今天说会有人给你送新鲜的，好不好？阿宝点头，只要能和哥哥在一起，他不吃也可以的。衣服多带几件，等到时候奶奶让你姥爷给你送。阿宝一直跟着点头，视线忍不住又朝着一旁的阿宝的大刀上看了过去。他犹豫了片刻，还是朝着阿宝问道：阿宝啊，这大刀真的要拿着吗？奶奶，我要带着防身的。行吧，带着就带着。阿轩，别有什么压力，等你考完了，我们去接你。其实也是个小孩子。贡院，入住贡院的学子们来自各个地方，统一在这天下午到贡院报到。安平也来了，早早的在外面等着。安平哥，见到我们开心不？听说你们也要来。安平摸了摸康康的脑袋，又去摸摸阿宝的脑袋。好了，阿宝，我们要跟哥哥们分开了，要不然被旁人看见了，会说大哥他们的闲话。立即拉着阿宝离开了赵轩和安平。老药王他们在家的时候交代过，阿宝一定要跟着康康，听康康的话。所以康康一说，阿宝立即拖着那把被布条裹住的大刀往旁边走了。安平被阿宝的纪律性给震惊到了。康康带着阿宝去找刘夫子，刘夫子就站在贡院的门口。结果他们俩还没有跑过去，一道尖细的嗓音就传了过来：大小姐，大小姐！阿宝还没有看到人，但是一听见这声音，他眼睛一亮。潘公公是不是要来送烤鸭了哇？阿宝开心地瞅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倒是康康警惕地瞅着快步走过来的潘公公。公公，送烤鸭可以昨天送，可以今晚送，为何要挑在人这么多的时候送？是不是故意给阿宝拉仇恨？梁少爷，老奴也没办法呀。梁康反应过来，肯定是宫里有人指使的，想必只能是皇上了。阿宝，来卖烤鸭的啦，我们买点吧。阿宝一听，顿时点点头，从自己的大兜兜里掏出了1块碎银子，递给了潘公公。潘公公，你明天还来不？我们还买。是新鲜的烤鸭。潘公公，皇上为什么说话不算话哇？不是说我当了公主以后可以随便吃烤鸭吗？为什么还要用钱买哇？阿宝说话的时候，康康在后面小声的道：阿宝大声点儿，说他们欺负人，让他们给所有人都吃烤鸭。潘公公，你们是不是趁着我爹爹娘亲出去了就欺负我们哇？这里这么多人哇，我买了2只烤鸭也不够，能不能多给几只哇？就是啊，公公，贡院里的学子都是未来的栋梁，皇上多给几只，也好让大家都觉得皇恩浩荡。潘公公瞅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他朝着阿宝点点头，顿时快步转身，带着小太监们离开了。而1个时辰以后，宫里确实又送来了8只烤鸭，说皇上赏给众学子的。就在贡院的后厨开始分烤鸭的时候，阿宝已经包好1只烤鸭，让13送回杏花街了。剩下的1只烤鸭，阿宝和康康2个人分了一半，给刘夫子和看门的老郑国公，然后2个人就带着剩下的1半烤鸭去找赵轩了。赵轩他们分了房间，3个人1个房间，除了他和安平，还有一个年纪跟他们差不多大的小少年，叫温远。哥哥开门哇！温远开门的时候，他也愣住了，阿宝和康康也愣住了。
康康知道温远，来贡院的时候听刘夫子说过，温远是贡院里面除了大哥和安平哥以外最小的学生，所以贡院才将3人安排在一个屋子里。阿宝，这是温远哥。温远哥哥好。哪里来的胖土豆？阿宝回头瞅了瞅，也没有胖土豆啊。康康，这个哥哥喊我胖土豆吗？阿宝，康康，快进来。温远，我弟弟妹妹很听话的，他们俩说2句话，马上就回去了。哥哥，他说我是胖土豆。康康拉着阿宝不再搭话。大哥，安平哥，这是我们买的烤鸭，带过来给你们尝尝。康康怕这个温远不好相处，所以故意忽视了他，怕起冲突。温远瘦巴巴的，脸色看着很严肃。贡院分了一些，我送你们俩回去。阿宝一听不太想走，因为哥哥不收烤鸭，但是康康拉着自己走，他得听康康的，所以阿宝只得跟着康康再往外走。这进来又出去，温远皱了皱眉头，冷不丁的道：这个味道真是熏死了，赶紧走吧，整个屋子都是这股烤鸭。原本坐在一边的安平一听这话，顿时也坐不住了，他站了起来，朝着阿宝兄妹俩走了过去。阿宝是一个善良的小人参，听见温远这样说，他立即回头，从自己的大兜兜里掏啊掏，然后就掏出了一个小瓶子，拿出了2粒药丸，犹豫了一会儿，又噔噔噔地朝着温远跑了过去，声音很小的道：温远哥哥，你把这个放屋子里，这是清香丸，很快就会没味道的。温远正在愣神呢，阿宝好似怕自己挨打，嗖嗖的迈步就拉着康康他们跑了。哥哥，安平哥哥，快来吃烤鸭吧，可好吃啦！大哥，你为啥一直盯着阿宝啊？阿宝做错什么事儿了吗？阿宝听见康康这样说，也赶紧抬头看着赵轩。赵轩叹了一口气，朝着阿宝道：阿宝，你看看你兜里的药瓶，刚刚有没有给错东西？听见赵轩这样问，康康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阿宝，你不会把肚子痛丸给他了吧？这个哥脸色看起来很凶，不过他衣服好像很不错，应该是个有钱人家的。阿宝听见这话，赶紧从大兜兜里将那些药瓶子给拿了出来，然后就开始仔细地瞧着。刚刚拿的是这个小白瓶，上面贴着……赵轩一看，这哪儿是清香丸呢，是安睡丸。阿宝不怎么认识字，刚刚是如何那么迅速识别清香丸的？嘿，爷爷说最小的瓶子是清香丸。一对比，果然清香丸的更小一些，但是小的不是太明显。阿轩，要不要回去找温远？会不会出事？没事儿，让他睡会儿吧。那药丸没有伤害，要不然爷爷不会给阿宝用的。便宜温远了。阿轩，我觉得温远看起来真的不好相处。安平不太擅长社交，所以碰见这种看起来不好相处的人，他心里就有些发怵。安平哥哥不要怕，他对你不好，你就打他。阿宝，康康，你们俩少吃一些。怕他们俩晚上积食，赵轩提醒道。2个娃点头，也不管温远咋样了，就赶紧痛快地吃了起来。不出意外，安平和赵轩回去的时候，清瘦的少年已经睡了过去。安平仍旧有些担心。赵轩摆摆手，他轻轻地凑上前看了看，就瞧见那2个安睡丸不知道啥时候已经出现在了温远的枕头旁边。赵轩眼眸动了动，不知道在思考什么。安平，你先睡，我去找下阿宝，很快就回来。第2天一大早，因为学生们都得到贡院的前院里上澡堂，赵轩他们3个也不例外。只不过这一大早的，赵轩和安平刚睁眼，旁边温远的声音已经悠悠地传了过来：赵轩，我要见胖土豆。安平一听这声音，嗖的一下子从床上蹦了下来，动静有些大。你是猴子吗？安平被怼得不知道该如何说。我们要上澡堂，早饭后再让你见吧。温远想了想，点了点头。你找阿宝做什么？
阿宝只是个小孩，你又不是他亲哥，你关心那么多做什么？我就是阿宝的亲哥。安平，快些，我们该出发了。安平点点头，就朝着赵轩走了过去。早饭后在这里见面。赵轩说了一句，就带着安平去前厅了。温远看了看枕头旁边的那2粒已经瘪小的药丸，也迅速地收拾了起来。因为贡院的这1个月的早饭都是梁家赞助的，所以阿宝和康康的早饭也是单独准备的。康康打开食盒，阿宝的小鼻子立即动了起来，惊喜的道：康康，是我姥爷做饭的味道。康康一边给阿宝拿出饭菜，一边交代道：阿宝，昨晚大哥跟你交代的事儿都记得了吗？别说漏嘴啊。记得，康康，1个药丸20两。而且你只有4粒，昨天给了他2粒，还剩2粒。阿宝点点头，其实他有些不明白，因为他的瓶子里还有几十粒呢。不过要听哥哥和康康的话，所以他待会儿就只说2粒。康康，多了2个蛋，我给哥哥他们带着。康康点点头。半个时辰后，康康带着阿宝绕到了赵轩他们的屋子里。一进屋子看见赵轩和安平，阿宝就把刚刚藏起来的2个卤蛋拿了出来，递给了2人。温远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胖土豆，过来一下，我问你个事儿。阿宝朝着赵轩看了过去，赵轩点了点头，阿宝这才和康康一起凑到了温远的旁边。昨天你说的那种清香丸还有没有了？我买你的。丸子哥哥，对不起，我昨天给错药丸了，我给你的是安睡丸，不是清香丸。对人有害吗？阿宝懵懵地抬头，脱口而出道：20两1个药丸。完蛋，阿宝回答的驴唇不对马嘴了，光记着20两了。温远觉得都要怀疑自己的耳朵了。你刚刚说什么？我说20两1个药丸。我刚刚问你对人有害吗？没有问你多少钱1个。阿宝哦了一声，摇了摇小脑袋，没有问题的。还有，你刚才喊我什么？蚊子？蚊子好记。温远没有说话，只是找出50两的银票递给了阿宝。阿宝戳了戳康康，康康看了一眼银票，比划了一个5。阿宝又赶紧掏大兜兜，将一个10两的小银锭递给了温远。丸子哥哥，你的银票怎么跟我看见的不一样啊？丸子哥哥，你的银票怎么跟我看见的不一样啊？是不是假的哇？这是钱塘钱庄的银票，跟你们土豆用的钱庄确实不同。阿宝竖起耳朵，好像又听到了什么不对的东西。还有你，两眼放着金光，你是胖土豆的童养婿？阿宝是我大姐，我不是童养婿，我们家有钱不当童养婿的。文远哥，你是不是过得不开心才嘴巴这么毒？我娘说了，过得不幸福的人才喜欢处处挑人刺儿，就跟刺猬一样，总扎人。你一个男孩子，嘴边挂着你娘说，你难道没有爹吗？我有爹啊，但是我爹整天花天酒地找姨娘，现在被我娘打发到去看祖坟了。再说了，我是小孩，没有主见也很正常啊。温远哥嘴巴这么损，以后会找不到媳妇儿的。温远第一次被一个小孩子说的这样劈头盖脸，一时之间他竟然不知道要如何说了。就在这个时候，阿宝小心翼翼地伸出了自己的手，朝着温远的肚子上摸了摸，然后又嗖的一下子收回了手。你做什么？丸子哥哥，我摸摸你，是不是像刺猬一样？肚子软不软？我也想养个刺猬，但是我爷爷说了，刺猬身上虫子多。好了，阿宝，大哥他们该出去上课了，我们赶紧回去吧。阿宝收好银票，赶紧跟着跑。哥哥，安平哥哥，别忘了吃卤蛋。公园里除了学子就是夫子，所以2个小孩很是扎眼，经常被人注意到。这天傍晚，晚饭结束后，阿宝和康康并没有外出，就老老实实地待在刘夫子的住处外面，乖乖地坐着。结果公院的管事大人带着人进来了。
你们做什么？刘夫子在屋子里听见动静，立即快步走了出来。方大人，你们这是做什么？有学子举报说这2个孩子乱窜，影响他们学习，需将2个孩子送走，离开贡院。他们俩身上有腰牌，除去第1天只有每天的早上饭后才会去学生们的住处，而且2人都很快，也没闯祸。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就让2个孩子待在这个院子里，哪里也不去了，直到半个月的学习结束，如何？刘夫子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康康和阿宝对视了一眼。康康，我们要是不走，会不会对哥哥他们不好啊？康康，我们要是不走，会不会对哥哥他们不好啊？阿宝虽然学习不好，但是他知道贡院是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哪怕他根本没有吵闹，也没有乱走，但是还是有些担心影响赵轩和安平。康康皱着眉头，也在思考该如何抉择。尽快收拾东西吧，半个时辰后，我派人送你们回杏花街。赵轩知道消息的时候，他和安平刚要起身，温远忽然挡在了2人的跟前。我有办法不让你妹妹离开，酬劳是10粒安睡丸，我知道你们还有。好。安平疑惑地看向赵轩，等到温远走开以后，安平小声地朝着赵轩问道：阿轩，刚刚13不是来说阿宝他们已经离开贡院回家了吗？你为何还要答应温远的话？阿宝和康康为了不拖累他们俩，已经告别了刘夫子，自己回杏花街了。此时估计已经走到半路了，等到温远解决完，肯定就已经到家了。我想让他们再将阿宝请回来，哪怕不能回贡院。不回贡院回哪里呀？走着看吧。1刻钟后，一张写满字的大纸贴在了贡院前厅的墙上。刘夫子，那纸上写了什么？为何这群人连晚读都顾不上了？真是人才呀，真是人才，通篇用词不俗，可骂得真脏啊。全文没有1个脏字，但是骂得真脏啊，真是个做言官的好料子。除了那些言官，刘夫子几乎没有见过这样会骂人的。刘夫子这话更是激起了方大人的好奇心，他凑到前面，一字不落地读着这些字。读完后，他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这才朝着随从道：去杏花街将那2个孩子请回来吧，贡院不让进，就说看在他们兄妹情深的份上，让他们跟老郑国公一起看门吧。这篇文章将赵轩兄妹俩写成了小可怜，从8种角度论述贡院是如何的泯灭人性、丧尽天良，又从5种角度抨击贡院在收到举报后根本不查证就撵小孩走，最后又从朝廷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官员如何不接地气，如何耳聋眼瞎。作为当事人的赵轩也觉得温远这一手很猛，但是没人知道是温远，甚至大部分人怀疑是赵轩。屋子里，赵轩将一个小瓷瓶递给了温远。需不需要我给你把把脉？你眼底有些乌青，应当是睡眠不好。没用，是心理的毛病，不必对我多加关怀，我们利益往来，不牵扯人情。那你想要一辈子这样靠药丸解决？你要是一直走不出来那个心病，那就证明你还是个懦夫。好啊，既然你激我，那我就问问鼎鼎有名的赵家大少爷，你觉得如果你娘圈禁你祖父母，打压你爹，跟野男人生下了你，你要怎么办？你能睡得着？赵轩和安平对视了一眼，安平说道：任何人做什么事情肯定都是有缘由的，你可问过你娘以前碰见过什么事吗？温远冷哼了一声，没再说话，显然这句话起不了任何的作用。你可还记得跟我妹妹一起的小男孩？他们俩嗓门大，你若是去门口晃悠，说不定可以问出点什么。我觉得你要的答案康康可以给你。贡院门口，老郑国公很挺拔地站在门口，但是他旁边站着2个胖娃，乖乖地站在旁边。阿宝从小布包里掏出几块肉干，
递给了老郑国公。老郑国公摇头：“阿宝，老爷不吃，老爷得站岗。”老爷，那小孩他们能吃东西吗？可以啊，你们俩就站在我旁边就行，别耽误事儿就行。阿宝和康康就开始吃了起来，吃饱了以后就开始沿着宫院的外墙溜达。不过阿宝的这双眼睛总是擅长发现狗洞，所以他们俩就在那小狗洞旁边蹲了下来。康康，在这里看门比在里面待着舒服多了，还不用听课，还能吃肉干，真好玩。康康不晓得该咋说。我长大以后想当看门的。那个瘦土豆，凑过来点，我有话要问你。就在两个娃蹲在小狗洞旁边的时候，忽然从狗洞里传来这样一句话来。一听见这句话，阿宝非但没有被吓到，反而还说道：“康康，有人喊你，肯定不是我，因为我是胖土豆。”康康翻了个白眼：“是温远哥，我们不太熟，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可能帮不了你。”一墙之隔，温远心道：“这小子倒是聪明，提前摘干净。”我问你，如果你娘圈禁你祖父母，打压你爹，跟别的男人生了你，你如何看待此事？肯定是你爷爷奶奶做错事儿了呗，所以才圈禁他们。至于你爹，肯定有问题。至于你娘跟别的人生了你，可能是因为你爹不能生孩子吧。就像我爹对我娘不好，娶了好多姨娘，还乱花钱，还想卖了我赚银子，我娘就让他去看祖坟了。温远哥的衣服看起来虽然不扎眼，但确实很贵。你娘要是对你不好，你现在哪里能来京城？肯定跟你爷爷奶奶在一起呢。我娘曾说，读书人总是容易觉得自己很了不得。温远哥要是真有骨气，就不应该用家里的钱，你自己出去赚啊，对不对，阿宝？对吧？阿宝啥也没听懂，只得附和康康点头。温远哥的娘应该跟我娘一样，也做生意吧？你这样说，你娘还不如生个白眼狼呢。阿宝一听白眼狼这3个字，顿时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小竹哨。嘿，我能喊出狼来呢，娘亲最好啦。蚊子哥哥为什么不喜欢你娘亲呢？我就很喜欢，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娘亲啦。温远思考了许久，好一会儿，就在阿宝以为他已经晕过去的时候，给我块肉干。阿宝一愣，根本没想到温远会这样说。温远哥，我爹说过的，读书人不吃插来的饭，不吃嗟来之食，不是插来的饭。反正你也听懂了。阿宝，好像做饭的来了，我们要去吃饭了。昨晚让你带肉酱来，你带了吗？带了，快去吃饭吧。好像被那个男孩子给说教了一顿。他没说的是，他娘是块唯利是图，不怎么回家，脾气大，读的书并不多，很多话他也听不懂，只会做生意，眼里只有钱。难道是我错了吗？宫院管事的方大人这天中午还偷偷出来观察看门的2个娃，生怕2个娃闹事儿，结果就看见有周围的百姓来给阿宝送鸡蛋吃。至于2个娃嘛，腮帮子鼓鼓的，吃得很是开心。来围观的人太多了，而且很多还上手摸阿宝和康康的小脑袋。康康一边压低声音喊道：“都不准摸我的头，小男孩的头不能随便摸，得以后的媳妇儿才能摸。”阿宝听见康康这话，又看了看自己怀里被塞的一些东西，他也跟着摇头道：“我姐姐不让我收东西的，而且也不能摸我的脑袋，会长不高的。”哎呀，怎么会长不高呢？你爹娘都那么高。来，姨姨摸摸。周围的人声开始嘈杂了起来。康康仰头，下意识地去找老郑国公。老郑国公动了动自己手里的大刀，说道：“诸位，此处是贡院，需保持安静，请尽快离开吧。”老郑国公一声戎马，脸色又很是严肃，所以他的话一出口，都没有人敢上前，全都散了去。
人群一散开，阿宝和康康这才开心地吃了起来。吃完就学着老郑国公的样子继续看门。阿宝一边站着，一边小声地感叹道：康康，看门真好啊，不用上课，如果能一直看门就好了。康康一听，仰头瞅了瞅面色无奈的老郑国公，他也不敢说话呀。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很快就过了半个月。接下来的半个月就是考试了，毕竟是贡院，这半个月里除了最开始温远的事情，后续也没有再发生什么，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前途努力着。要离开贡院的这一天，方大人象征性的给阿宝和康康一人送了一个小木箱。阿宝一接过那个小木箱，还没有来得及打开，他的小脸就皱了起来。方大人，这里面一定是书吧？我都闻着味儿了。是的，你们俩回去好好学习，早日报效朝廷。阿宝道谢后，就拉着康康无精打采地走了。老爷，为什么不能送银子呢？银子更好啊。阿宝，在贡院看来，书本是比银子更贵重的东西。可我不想要那么贵重的。老郑国公假装自己也没有听见。阿宝仰头看看老爷。老爷不回答我，是不是年纪大了，耳朵不好啊？人类真奇怪吧，像我们婶婶越老越好，但是娘亲说过，变成人以后都会老。阿宝和康康回到杏花街的时候，大丫二丫他们都在等着。一看见阿宝他们回来了，几个娃顿时咧嘴笑了起来。康康都跟着莫名其妙的。你们笑什么？阿宝，你快点回家看看吧，耀爷爷给你准备了惊喜。阿宝以为是真的惊喜，赶紧嗖嗖地朝着府里跑了过去。耀爷爷给你准备了惊喜，赶紧嗖嗖地朝着府里跑了过去。是啥好吃的哇？阿宝很是兴奋地跑到了老药王的跟前。老药王看见阿宝回来了。阿宝啊，爷爷做了一件事儿，可能会让你不高兴，但是爷爷必须这样做。不是要给好吃的吗？爷爷怎么一副心虚的表情啊？阿宝一脸呆呆地看着老药王，当着自己的面拿出了一张纸，上面好像还有画押，只不过那张纸上的大部分字他都是不认识的。爷爷，这是什么哇？你不是要给我好吃的吗？二丫说你给我准备好了惊喜，我想喝肉汤啦。想到这里，阿宝甚至还咽了一下口水。阿宝越是这样，老药王内心的愧疚感就越来越重。阿宝，不是爷爷要坑你，是爷爷没办法，只能这么做。阿宝一听爷爷这样说，顿时转头道：爷爷你这么为难，那我就不要这个惊喜了。爷爷现在这个样子跟送书的刘夫子好像啊。所以阿宝说完这话以后撒腿就跑，结果跑到一半人就被老药王给抓了回去。阿宝啊，爷爷对不起你啊，爷爷给你交了个钱，以后你每天放了学你就跟着夫子学小半个时辰，然后爷爷就在外面等着你。爷爷给你交了不少钱，估计啊，能学到你爹娘回家。阿宝一脸天都塌了的表情看着老药王，他那双大大的眼睛里全都是谴责。爷爷，要是夏天书院里面放假要怎么办啊？哎呀，放假那就学几天，剩下的时候啊都让你玩。瞧见阿宝呆呆地站在那里不说话。阿宝，爷爷每天带长毛去接你，这旁人想要找夫子补课，那都找不着呢。这夫子啊，还是看在你爹娘的面子上，这才同意的。阿宝瘪瘪嘴，想到刚刚在街上大丫二丫那开心的表情，他眼巴巴地问道：只有我一个人去吗？爷爷，只有我一个
个人吗？暂时只有你一个人。我听大宝的意思，他好像就不参与补课了。要不然，爷爷去问问你干爷爷，给大丫二丫也报上。反正他们也有钱。好，爷爷快去说。要是有大丫二丫陪着，他应该会过得开心一些。老药王也赶紧的行动，就迅速的快步走了出去。他刚走，宋氏就上前抱住了阿宝，轻轻地摸着阿宝的小脑袋。赵府外，大丫二丫还凑在康康的耳边小声的道：药爷爷给阿宝交了钱，找了夫子，以后阿宝放学以后还要跟着夫子学习。阿宝实在是太可怜了呀。幸好没有给咱们报，要不然啊，咱们也得倒霉。就在大丫二丫很是开心的跟康康手舞足蹈的时候，老药王脚步匆匆的从赵府里小跑了出来，直接朝着大街的东头跑了过去。康康，你快看，药爷爷是不是朝着你家的方向跑过去了？是不是要给你报名了？康康转头朝着药爷爷跑出去的方向看，我怎么觉得药爷爷好像是朝着大丫家跑过去的？很快，大丫二丫也发现了，好像药爷爷是朝着他们家跑过去的。所以一看这架势，大丫二丫顿时朝着老药王追了过去。药爷爷，你别往我家跑啊！药爷爷，你到我家来干啥？是不是也要给我们报名？药爷爷，你不能害我们！你们俩孩子，我只是要跟你们爷爷提议一下，他不一定会同意的。你要是跟我爷爷说了，我爷爷肯定会同意的。我爷爷知道我们俩学习不好，阿宝要是去补习，我们俩肯定也要呀。哎呀，你们爷爷不一定同意的。药爷爷，你别来我家了，你去康康家呀。去大宝家也行，还有大喜为啥还不上学呀？大喜不到年龄，要到过完夏天才能去。这大宝和康康不需要补习呀，那补习那是浪费时间呐。大丫二丫吱哇叫着，老药王觉得自己的耳朵都要被震聋了。不过门口这么大的动静，已经把张尚书给引出来了。听见老药王的话，张尚书想都没想，3个人一起去，价钱应该会便宜些，让他们俩都跟着去。大丫二丫一听，顿时大声地哭了起来。阿宝站在大街上，耳朵很灵敏地捕捉到了大丫二丫的哭声，他顿时也不难过了，甚至还带着长毛去看热闹了。阿宝，刚出锅的饼，要不要带一块啊？阿宝一听，赶紧转头去拿，然后就带着肉饼去听大丫二丫哭了。果然，有伙伴陪着，阿宝就高兴了。爷爷，你为啥要给我报名啊？你说你不是故意的。没错，爷爷是被逼的，其实是你爹让人这么叫我的。我爹爹娘亲来信了吗？阿宝激动地看着老药王，老药王摇头，朝着外面喊了一句：“19，进来吧。”19也是赵府的暗卫。阿宝疑惑地看着走进来的暗卫，好奇地问道：“19毛，我爹爹来信了吗？”大小姐，主子离开的时候交代过我，如果大小姐因为贡院考试的事情耽误了上学，那回家后我需要通知老爷子给您报名补课。你看看，你爹提前都算好了，连你因为贡院考试不上学都算到了。你爹说呀，要给你补习功课，这我哪敢违背呀？阿宝一听，瘪瘪嘴，朝着19问道：“那我爹爹有没有告诉你，我要是不去补课的话，会怎么样啊？”回大小姐，主子说，如果您拒绝，等主子回来，您需要抄书100张。阿宝站在原地仔细地盘算着，仿佛在算计到底哪一种对自己伤害最大。阿宝啊，别抄书了，乖乖去上课，还有大丫二丫陪着你哈。阿宝想了想，只得点点头。19毛，那我爹爹有没有说，我要是去补完课的话，会不会给我什么东西玩？19毛，那我爹爹有没有说，我要是去补完课的话，会不会给我什么东西玩？主子没有说。
等你爹回来，那不是大把的东西都能要吗？阿宝想了想，只能点头同意。反正大家都去补课，除了大宝和康康，谁也跑不掉。第二天早上，阿宝难得早早的到了书院。一到书院，他就去找钱小鸭，拉着钱小鸭在书屋外面说话。钱小鸭，我跟你说，我去看了半个月的大门，可好玩了。我决定了，我以后要去当看门的，真是太幸福了。不过我不想去书院看门了，我在门口听着他们背书，我都头疼。最好是找个饭馆当看门的，还能闻见饭香味儿。阿宝，你先别说了，你得先认字。这半个月里，我们又学了不少字呢，你得赶紧学，要不然会跟不上的。可我才刚回来哇，学习不能太快的，我娘亲说过了，就跟小树苗不能突然拔高一样。为什么我总是不能说得过阿宝呢？阿宝的歪理也太多了。很快上课的时候，阿宝一听一个不吱声。不知都说的是啥哇？那几个字我怎么都不认识哇？第二节课的时候，阿宝直接摆烂了，他啥也听不懂。到中午放学的时候，阿宝已经去找夫子了。夫子，我跟不上了哇，我下午能不能回家缓缓哇？先听着，会多少听多少。阿宝瘪瘪嘴，觉得脑袋更疼了。下午放学以后，康康和大宝先回家了，阿宝和大鸭二鸭留在了书院跟着夫子学习。大鸭的手颤抖地指了指阿宝，朝着阿宝说道：阿宝，因为你，我昨晚都没睡着觉呢。我睡得很好。阿宝很少会因为学习失眠，偶尔失眠呢，也是因为晚上吃多了，撑着了。我姐姐说了，学习是为了让我们变更好，不是为了累死我们的。阿宝甚至还一本正经地朝着大鸭二鸭说教道：哼，现在这么能叭叭，待会儿看看你们还笑得出来不？半个时辰后，三个娃有气无力地爬上了马车。阿宝一闭眼就要睡过去。阿宝，别睡，你不是让我们提醒你还得去贡院一趟吗？一听贡院这两个字，阿宝赶紧睁开了眼。是的，他还得去贡院看看老爷，顺便问问哥哥的消息。所以阿宝就让毛13赶着马车去贡院的位置。为了保持安静，贡院四周的大街都已经封闭了，不让人也不让马车过，所以阿宝最终也没有见到老郑国公，只能远远地看着老爷站在贡院的门口。放心吧，大小姐，如果有事的话，老国公也不会安静地站在这里。可是阿宝还是不想走，他安静地站在那里，仰头朝着毛13问道：13毛，你说我老爷站在那里会不会腿疼啊？我还给老爷带了好吃的肉干。不要小瞧老国公，老国公从小到大在军营里生活，他既然做了决定，肯定知晓这样的劳累，应该是没问题的。阿宝想了想，也不管老爷看不看得见，他不敢大声说话，因为不能大声喧哗，所以他只努力地挥了挥自己的胳膊，让老爷知道自己很好。虽然爷爷给自己报名去补课。等回到家以后，阿宝吃了一顿饭，倒头就睡了。老药王看着阿宝这样疲惫的样子，他有些愧疚地朝着宋氏说道：哎呀，怎么办呢？看阿宝这么累，我们要不要继续坚持啊？别这样，阿宝自制力有些差，学习这件事儿啊，不能拖他。说是放任阿宝自己来，等到他爹娘回来的时候，阿宝只会更加的圆滚滚，脑袋里还是空空的。就在老药王夫妻俩沉默的时候，毛13快步地走了进来，朝着两人道：老爷，老夫人，主子来信了。一听这话，老夫妻俩都很惊喜。我们先留着，等阿宝明天早上醒来，给他一个惊喜。宋氏点头，
又给阿宝掖了掖被子，这才离开。我姐姐来信啦！老药王从耳朵里将2团棉花给拿了出来，又揉了揉自己的耳朵，朝着阿宝道：阿宝，先别喊了，咱们先看信。你认识的字儿不多，我赶紧给你念，别影响你上学。阿宝眼巴巴地瞅着老药王，老药王顶不住阿宝那样注视的目光，他就赶紧将信给抽了出来。2封信，阿宝和其他人的。阿宝的小身子都要凑到老药王这边了，老药王赶紧展开阿宝的信，然后就愣住了，因为那纸上就写着2句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阿宝一听这话，也跟着懵了起来。爷爷，我姐姐怎么又说我听不懂的话哇？阿宝，你爹娘虽然远在边关，但是心中还惦记着你呢。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小时候不好好学习，长大了以后就会难受。你要是好好上学，他们俩在边关也放心，对不对？阿宝想了想，点了点头道：我不要让我姐姐娘亲担心。爷爷，还有1封信呢，还有1封我也想听听。老药王展开另一封信，朝着阿宝道：这一封信写的是已到边关，一切平安勿念，哈哈，意思啊就是他们俩都很好啊，已经到了边关了。就这么几个字哇？我给我姐姐娘亲写的信都很厚很厚的。老药王和宋氏对视了一眼，宋氏摸了摸阿宝的小脑袋，说道：阿宝，认识的字多了，就可以用更简单的话来问候了。奶奶，你给我举个例子哇，要不然我听不懂。那奶奶问你，如果你想问康康吃饭了没，你怎么说呀？我会问康康，你今天吃饭了吗？你吃了什么哇？我吃了小肉丸、小米粥、1个鹅蛋，还有1个果子。奶奶，我说完了，然后呢？阿宝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呀，他就喜欢把自己吃了什么都跟人家说，然后再听听人家有没有吃什么好吃的，要是好吃的话，自己什么时候也去蹭饭吃。阿宝啊，很多读书人可能会用很简单的问候，就2个字：饭否？奶奶，这么问不好玩。上学的时候说上学的话，吃饭的时候就应该说吃饭的话。好了，吃完饭看了信，得尽快去上学了。半个月的考试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阿宝每天早出晚归，也补习了半个月。这一天中午是贡院结束考试的日子，上午放学后，毛13直接拉着几个娃到了贡院的门口，几个娃跟商量好了一样，都给老郑国公敲着腿。别敲了，待会儿你哥他们就出来了。那也得先给岳爷爷敲敲腿，这么多天您肯定也累了。老爷，等回家我给你捶捶背，用最大的力气。哎，大可不必。老爷，我哥哥什么时候出来哇？阿宝有些等不及了，他已经很久都没有见到哥哥了，哥哥怎么还不出来呀？赵轩和温远还有安平3人是一起出来的。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3人相处的还是比较愉快，又一起住，所以这样倒是也可以理解。刚走出贡院的门，阿宝眼尖的已经看到了，他扯着嗓子很大声地喊了一句：哥哥，安平哥哥！阿宝的大嗓门将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可是他也不管了，噔噔噔的就朝着3人跑了过去。跑到跟前的时候，很是激动的朝着赵轩蹦蹦跳跳的。哥哥哥哥！温远跟在一边，听见这么大的动静，他赶紧捂住了胸口，只觉得心慌得很。这孩子动静咋这么大呢？文志哥哥，你也在哇？温远说不出什么刻薄的话，
只僵硬地点了点头。就此别过吧，放榜的时候我们再会。文姬哥哥不是要找爷爷看病吗？我现在没病了。安平皱了皱眉，温远这2天晚上好像睡得还是不太安稳。今日来我家一趟吧，倘若放榜了以后再来我家，旁人总会说闲话，说不定还会认为你站队到了杏花街。阿宝听不太懂这些，他只是很开心地朝着温远道：我们家今天做好吃的饭哇，我爷爷炖了肉汤，呵呵，大家都在我家。赵轩这话没错，一旦放榜出了成绩，他明面上就不会同赵家有太过密切的往来了，所以他最终还是抬脚上了赵家的马车。只不过一上马车他就后悔了，因为赵轩这个妹妹的嗓门啊实在是太大了，叭叭叭的说个没完，连他今天早上吃了几碗饭都跟赵轩说：阿宝，那你有没有好好上学？一听这话，阿宝顿时呆住了1秒。安平哥，我跟你说，阿宝可坏了，阿宝自己要找补习夫子，为了凑人数就把我和我哥也给拉上了，我们现在放了学还得在书院补习呢。可是我吃肉的时候也喊你们了哇，我这是什么时候都记得你们，有肉一起吃，有学一起上。温远坐在一边无话可说，他朝着赵轩瞅了过去，问道：这妹妹是你亲生的吗？赵轩面色不改，点了点头道：当然。下一秒，当然啦，我当然是我哥哥亲自生出来的。不对，阿宝，你和大哥都是干娘生出来的。不是我哥哥生的，是我娘亲生的。怎么不像呢？我妹妹她们年纪虽然小，但是都会把脉，还会做饭，动手能力也比较强。温远一听，有些狐疑的点点头，但是从他那表情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太相信。只不过小孩们实在是太吵了，他完全理解不了岳安平为什么能这么快的融入进去，而且还伸手摸摸这个摸摸那个。小孩子有什么好摸的呀？恭喜阿轩、安平还有温远是吧？恭喜恭喜啊！终于考完了，好了，快点进来，今天中午吃顿好的。老药王站在门口，朝着几个大的说道。至于几个小的嘛，已经哼哧哼哧的往里边跑了。安平下意识的跟在阿宝的后面，看见阿宝跟饿死鬼一样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头又大了。温远自小长在冷清的环境里，从未感受过这样一大家子聚在一起的时光。他有些僵直地站在原地，竟是不知如何是好了。赵轩刚回头，老药王就朝他摆摆手，他和宋氏2个人就朝着温远走了过去。小伙子，你就是阿宝说的那个要找我把脉的吧？温远点点头。年纪小小的，不要有太多的心事啊！快些来吃饭，吃完饭我给你把脉。温远就这样被推着进了赵家。听说你是江南人呐，所以我们还准备了些江南菜啊，使劲吃。阿宝啊，谁让你又把脑袋埋碗里的呀？你是淑女啊，你不能这样吃饭的。你爹娘回来要是看见你整天手抓饭，那爷爷的脸往哪儿放啊？爷爷，这样吃饭香，淑女也要吃饭的。我娘亲说了，淑女就是饿肚子，我还小呢，长大了再当，我不能饿肚子的。老药王只觉得眼前一黑。我给你们3准备了摘星楼的行程，你们中午吃完饭就去休息，起来后就让管家带你们去摘星楼，吃饭听听曲，放松一下，还可以泡温泉池子。这些长辈这么开明的吗？竟然可以去泡泉子听曲儿。温远原本以为赵轩会拒绝，还有岳安平。岳安平看起来更加的不谙世事些，可是没想到2人很是痛快地答应了。
我今天想听个别的曲子。在宫里的时候我就听说，摘星楼那边的戏班子好像有新的戏。去吧，去放松一下。谢谢梁姨。我也想去摘星楼听戏。你们几个屁股是不是又痒了？下午还有课。老爷，你不需要我给你捶腿了吗？我能捶一下午的。阿宝，不能逃避。阿宝，你忘记你爹娘对你的嘱托了吗？不要害怕上学，你总会学到东西的。一提到赵恒和王春娘，阿宝顿时老实了下来。是啊，他不能让爹爹和娘亲失望的。阿宝他们坐上去书院的马车以后，老药王也不耽误，就开始给温远把脉。只是这越把脉，老药王的眉头就愈发的皱了起来。孩子，听说你比阿轩大几个月，为何心事那样多呢？多思多虑容易不长久，活着才是最大的本钱嘛。我给你开几副安神的药，不过心病还得心药医呀。老药王其实隐约听阿宝和康康提起过，好像是温远彤家中的母亲有些不和，但是他假装不知道，毕竟这是孩子的隐私。走吧，我们该去摘星楼了。下午摘星楼，温远简直觉得不可思议。那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岳安平，竟然还找来一个小厮帮忙给他搓背。赵轩则是悠闲地靠在一边听戏，两人这模样瞧着就不是第一次这么享受了。温月，刚才在门口等我们的就是梁姨。安平想起赵轩提醒的话，他开口朝着温远说道：梁姨现在一个人带着康康。康康和我妹，你，当然还有我，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本质上来说，我们都是站在父母的肩膀上，没有他们，我们没办法享受到现在的生活。你也一样，你一边花着你娘的钱，一边又对你娘嗤之以鼻，这本身就是白眼狼行为。没有你娘，你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年纪来到京城，甚至你根本没办法从小地方走出来。也可能他那么忙碌赚钱，就是为了让你走出来，而不是为了他自己。你若是连这一点都看不透彻，你娘还不如生个棒槌。阿轩，你怎么也跟阿宝一样？阿宝说话向来不管文雅不文雅，只管叭叭叭地说着。习惯了，他没有屎尿屁已经很好了。至于你爹他们，等你以后好好查查吧，要不然你娘不会无缘无故的苛待他的。三位少爷，要不要上一点果酒啊？不来了。咱们再待一会儿就得去接孩子了。这他娘的还接上孩子了，你们俩到底过的什么日子啊？阿轩，我看阿宝的头发有些长了，要不要给他剪剪？安平一开始思索就停不下来了，温远就在一边已经无语了。你们俩才多大，怎么还养上孩子了？书院，康康和大宝已经提前先回家了，阿宝和大丫二丫在里面补课。温远坐在赵家的马车里，瞧着赵轩和岳安平的视线都直勾勾地盯着书院的方向，他有些不解的道：你们俩没必要吧，养孩子是大人的事儿。我爹娘在外出征，我是阿宝的哥哥，有必要照顾他。你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这种感觉你不懂。我也是阿宝的哥，我也得看着他。阿宝以前的衣服破了，都是我给他缝的。啊？听见缝衣服这个话题，赵轩安静的不说话了，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你娘没有再生孩子，肯定是很喜欢你。温远没有开口，一旁的赵轩开口道：也许你爹一家做了很讨厌的事儿，你是你娘唯一的希望了，但是你好像并没有理解你娘，想必你娘心里会很苦吧。哥哥，今晚吃什么哇？阿宝，我都没力气吃饭了。我也是，我以后都不想跟阿宝当朋友了。
我爹说了，王八看绿豆，就是什么样的人就跟什么样的人玩。阿宝是笨蛋，我们跟阿宝玩久了，也变成笨蛋了。3个娃叽叽喳喳的一边说着，一边往马车上爬。阿宝摇头道：肯定不是的，大家本来就是笨蛋。3个人因为谁是笨蛋争论不休。送他们出来的夫子一看这3个娃上了马车，顿时跟逃命一样的逃回了书院里。真头秃啊！给他们仨补课，我头发都要掉光了。怪不得刘夫子不想出面呢。今晚吃完饭我就去驿站住了。安平和赵轩对视了一眼，两人点点头。文姬哥哥，你为啥住驿站哇？你可以住我家哇，我只收你一点点钱就可以啦。阿宝，驿站对科举的学生每天只收3文钱，也就是一个大糖球的钱。意思就是比住在赵家给阿宝交钱便宜多了。可是我们家还管饭呢，我们家的饭可好吃了，天天大鱼大肉。你看我长这么胖，你就知道我们家饭有多好吃啦。温远抬眼看了看面前的胖土豆，他只觉得眼皮一个劲儿的跳。文姬哥哥比陵园寺的猴子都瘦，就是吃的不多哇。阿宝，你忘了爹说过什么？哥哥，爹爹可能说了，可是你说的是哪方面的哇？决定。阿宝拍了拍自己的萝卜腿，嘿嘿地笑了一声，说道：我知道了，爹爹说过不能随便影响人家的决定。我知道了，爹爹说过不能随便影响人家的决定，就是大家想吃粑粑，我不能不让他吃，我不能影响大家的。阿宝说这话的时候，温远认真地打量着马车上每一个人的表情和神情，发现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了惊讶。他顿时了然，只怕是他们都已经习惯了阿宝这样的说话方式。他不禁对已经出征的赵将军夫妻俩更加的惊讶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夫妻才能教育出这样的小孩，有种不顾世俗束缚的自由？好吧，那文姬哥哥去驿站住吧。不过你可以来我们家蹭饭的，我姥爷说了，等我们下次休息，要带我们去抓鱼野炊。为了让大家以后能正常来往，出成绩以后我们再联系。为什么哇？如果我一直待在你们家，会被外面认为已经站队在赵家的身后。很反常。对于阿宝的疑惑，温远竟然还是很耐心的在解答。但我暂时不想站队，所以在我出成绩以后，决定好以后往哪里走以后，再跟你们来往。万一文姬哥哥出成绩以后家里多怒。阿宝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二丫捂住了嘴。二丫在一旁小声地说道：阿宝，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温远没有听清，他不知道家里蹲具体是啥意思，但是从几个娃的表情上能猜测出来，应该不是什么好词儿，大概是落榜的意思。童言无忌，别在意啊。成绩本身由我决定，并不会因为一句话就变差。安平在一边点头。阿宝，以后不可以再这样说话了，记住了吗？阿宝点头，他又不好意思地朝着温远看了看，小声的道：文姬哥哥，对不起，你可以考很好的。阿宝本来想说祝蚊子哥哥考第3的，因为哥哥要考第1，安平哥哥要考第2，所以蚊子哥哥只能考第3了。可是想想这样说可能也不好。温远点头。半个月后，放榜的前一天，正逢阿宝他们书院休息，所以老郑国公就带着杏花街的一群娃去京郊的陵园山脚下钓鱼野炊。快看，那里有只猴子，不过不怕，我就说吧，文姬哥哥跟陵园山的猴子很像，就是不知道文姬哥哥的屁屁有没有这个猴子的屁屁那么红。
阿宝话还没有说完，这次倒是被康康给捂住了嘴。阿宝，小声点，大家都能听见呢。我娘说了，读书人最要面子了，要是被他听了去，说不定会记恨你呢。嘿，面子有什么用啊？又不能当饭吃。阿宝、康康，你们快来看，怎么那些上山烧香的人也都跟猴子一样啊，四处挠。不远处，大鸭二鸭朝着两人喊道，一群娃就好奇地朝着山路上看了过去。果真，一群人走2步就得挠一挠，仿佛身上长了虱子一样。康康眼睛一亮，朝着几个小伙伴说道，赚钱的机会又来了，你们去不去？阿宝已经冲了出去。老郑国公坐下，将准备好的钓鱼竿什么的都拿了出来，刚要将这些钓鱼竿给发出去，结果一转头，孩子们都找不到了，只有安平坐在一边，一脸无辜的道，爷爷，阿宝他们出去做买卖了，阿轩跟上去了。做买卖？做啥买卖？我也不知道，不过康康跟着应该没问题。灵岩山上山的路上，阿宝大声地喊道，卖去虫丸啦，便宜又好用，卖去虫丸啦。阿宝随身会带一些药丸，草丛后面，康康快速地将一个大药丸分成好几个小药丸，然后再用新鲜的树叶包起来。阿宝，薄荷丸也可以喊，我看见你袋子里还有薄荷丸。阿宝赶紧开始喊。康康又朝着大鸭道，大鸭，你跟他们说，咱们在山脚下钓鱼，有想要买鱼的也可以找我们。赵轩仍旧不参与，就坐在一边安静地看着。康康全场指挥得很是有条理。半个时辰后，几个娃已经凑在一起开始数铜板了。山脚下，老郑国公也已经钓了2条鱼上来了，只不过他正在和安平爷孙俩在讨论问题呢。结果已经有人来买鱼了。老人家，你们家小孩说你钓的鱼好吃，好吃不贵，给我们来上2条。这生意已经做到这里了吗？你们记得啊，如果感觉鱼很大，就不要用猛力，先跟我说。还有，跟之前一样，钓鱼的时候一定要专注，不能走神呐。几个娃乖乖点头，然后一群人就开始钓鱼了。阿宝其实是几个娃里面专注力最差的，他的屁股总是没有办法很安静地坐在小板凳上，总想着伸手去自己的大兜兜里找东西吃。二丫歪头，他咧嘴，无声地嘲笑阿宝。阿宝刚要朝着二丫做鬼脸，结果下一秒，他忽然猝不及防地喊了一声，人也跟钓鱼竿一起朝着河里扑腾了去。赵轩和老郑国公他们立即去抓人，明显是有大鱼上钩，把阿宝拖进了河里。我自己能行，我可以的。阿宝一边呛水，一边抱住了那条咬钩的大鱼，可是鱼一直在动，阿宝根本顾不住。然后老郑国公他们就看见阿宝一头朝着大鱼头上撞了过去。阿宝撞了大鱼头2次，鱼已经昏死了过去，然后才让老郑国公他们帮忙将鱼给拉了上来。老爷，这条鱼挺大的，我们不卖，要留给姐姐娘亲回来，我想吃我娘亲做的鱼汤。安平从马车上拿过毯子。老爷，我不走，我晒晒太阳就好了，我还要钓鱼。阿宝哼哼唧唧的，晒太阳是最好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就看见阿宝坐在板凳上，手里紧紧地抱着鱼竿，但是人已经睡了过去，甚至还欢快地打起了小呼噜。二丫在一边嘀嘀咕咕地念叨：魏爷爷，你看阿宝打呼噜声音这么大，我都钓不到鱼。阿宝真是的，怎么现在还能睡着？老郑国公朝着不远处的胖墩儿看了过去，果然歪着脑袋睡得正香呢。二丫，来岳爷爷这里，我陪着你。今天的阳光好极了，阿宝一边睡觉
太阳也把他有些湿的头发给晒干了。临近中午的时候，毛13他们已经架锅准备开始炖鱼汤了。那大锅刚架起来，发出了一点点的动静，原本还在睡觉的阿宝就睁开了眼睛。他迷糊地揉了揉眼睛，朝着一旁的赵轩喊道：哥哥，要吃饭了吗？赵轩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阿宝，不远处康康他们已经喊阿宝了。阿宝，快来烧火！一听要烧火，阿宝顿时来劲儿了。来了！可是跑到半路，他兀自念叨道：要是爹爹在就好了，爹爹最会烧火了。千里之外的赵恒，勿念。老郑国公带孩子们在外面玩了一天，回到杏花街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一回到家，阿宝开始将自己的行李往赵轩的屋子里搬，甚至连长毛都叼着阿宝的鞋子跟在后面跑，看着阿宝又一次跟蚂蚁搬家一样的往赵轩的院子里搬东西。老药王疑惑地问道：阿宝，你这怎么又搬家了？不是说要自己睡一个院子吗？爷爷，我哥哥明天就出成绩了，我得跟我哥哥一起。我怕我哥哥晚上睡不着，我考试的时候就很紧张，晚上睡不着觉，吃饭也吃不下。阿宝啊，上次因为考试紧张而多吃一碗饭的人是你吧？阿宝转过头，假装没听见。我明明就吃了大半碗，哪里有一碗？阿轩，别紧张，明天我们都不跟着去。刚刚安平还说呢，就你们俩去看，至于孩子们都要去上学呢。你们第1年去参加已经很厉害了。阿宝一听哥哥明天不带自己，顿时急了。不行，我得去找康康。我大哥他们今天出成绩，我们得去看看啊！而且有13他们带着，肯定不会出事儿的。等我们看完了成绩就回来。还有其他暗卫跟着吗？能保证安全？康康还没有说话，阿宝已经扯着嗓子喊道：当然有了，夫子，肯定安全的。你小子顺风耳朵这么好用。夫子放心啦，我们肯定会按时回来的。行吧，如果你们没有按时回来，我会亲自去你们府上找家长的。几个娃同时点头。这次科举的成绩就张贴在贡院的门口，一群娃嗖嗖地跑着。毕竟是每到假期就被老郑国公拉练的娃，所以跑得很是快。阿宝冲在第一个，可是到了跟前儿，阿宝却犯难了，因为他太矮了，根本看不见榜单。13！阿宝喊着，想要让毛13将自己给扛起来。可是毛13还没来，阿宝就感觉到自己的衣服后面被人给拎了起来。他转头，顿时惊讶地喊道：文治哥哥！只是等阿宝转过头看向榜单的时候，才发现蚊子哥哥把自己提起来的这个高度，他根本看不清啊，还是太矮了。哎呦，大小姐哟，快把大小姐扛起来！胖公公是奉命来通知前3甲关于殿试的事情，结果就碰上了赵家的大小姐，所以他赶紧让跟着的小太监将阿宝给扛了起来。阿宝坐在一个小太监的肩膀上，小太监牙齿一个劲儿的在哆嗦，只可惜阿宝根本没有察觉到。胖公公，你现在也当官了吗？你带的小公公越来越多啦。阿宝指了指跟在胖公公身后的几个小太监说道，之前胖公公来给他送烤鸭的时候，只带了2个小公公。嘿嘿，托大小姐的福。胖公公真诚地笑道，他再也不是跟在师傅们背后的小公公了。被小太监扛着，阿宝的视线总算能看清了，结果他又不认识字了。胖公公，你帮我看看我哥哥还有安平哥哥考了第几啊？胖公公顿时朝着正朝这边走过来的赵轩道：2、3，恭喜！我来吧，阿宝，下来。阿宝赶紧朝着赵轩扑了过去，不过被赵轩带着离开之前，
他掏出2个核桃，塞给了刚刚扛着自己的小太监。小太监一脸懵逼地看着那2个核桃，还不快收起来！大小姐赏你的。小太监嘿嘿地笑了一声，又忍不住揉了揉自己的脖子。这核桃也是苦力赚来的。所以大哥考了第2，安平哥考了第3，而温远哥考了第1，是这样没错。明日殿试将会评出正式排名的前3甲。好了，你们是不是从书院里跑出来的？13，快点送他们回去。毛13跟赶猪一样，带着一群娃要往回走。阿宝忽然开口，朝着几个娃道：“哥哥和安平哥哥考得这样好，我们吃点好吃的庆祝一下吧。”赵府，老药王和宋氏夫妻俩有些心虚地看着坐在一边的刘夫子。老药王朝着老郑国公使眼色，老郑国公仿佛没看见一样。刘夫子，什么事还要你亲自跑一趟啊？虽然嘴上这样问，但是他心里很确定，肯定是阿宝他们又闯祸了。刘夫子，有话就说，若是孩子们做的不对。刘夫子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然后就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他们说好的，一旦看完了就回来上课，可他们一上午没回来，我不放心，亲自带着人出去看，结果发现他们在梁家的酒楼里吃吃喝喝，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刘夫子这人已经没什么气性了，但是今天还是被气到了。我那么信任他们，结果他们就在外面吃吃喝喝，那是赵轩和岳安平考的好成绩，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夫子放心，今天他们回来以后，我肯定会好好教育他们一顿的。哎呀，这群娃呀，肯定又是去庆祝了。是阿轩他们考得好成绩，确实没办法成为孩子们逃课庆祝的理由。不行，我还要去趟梁府，梁夫人有必要阻止一下孩子们进出酒楼。下午，书院几个娃原本很是心虚，因为半路被阿宝带跑偏了，去吃了一顿，所以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好在不耽误下午上课。老夫子肯定不知道，我们好好上课就行了，等我们下课了再去酒楼拿烤猪蹄。阿宝吸溜了一下口水，很是期盼的道：“烤猪蹄太好吃啦！”康康和大宝对视了一眼，两人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对。下次不能放纵了，一定要及时拉住阿宝。大宝点头。一放学，几个娃就这样赶到了梁家的酒楼，结果门口的小二仿佛没有看到他们一样，不仅没有像以前那样欢迎，反而还一脸严肃地说道：“小孩子不要随意进出，最好跟着大人来。”阿宝一脸惊讶地说道：“小江，是我们呀！你不认识康康了吗？”几位请回吧。然后就去忙自己的事情了。康康察觉到了不对，他抬脚朝着酒楼里走了进去，径直地朝着掌柜的走了过去。这刚要说话呢，掌柜的顿时说道：“哎，小孩不能随便乱进啊，要跟大人一起来。”这到底咋回事啊？康康，他们为什么都不认识我们啦？是被人下药了吗？那我们的烤猪蹄呢？他馋了一下午的烤猪蹄呀，而且为了庆祝哥哥他们有个好成绩，他准备自己吃一个大一点的烤猪蹄呢。几位，还是尽快回家吧，这里不是小孩玩的地方啊！这下就连康康自己也懵了。咋回事啊？我这个少东家被开除了吗？阿宝还是不想走。我们明天来，也还是买不到烤猪蹄吗？诸位，慢走。掌柜的以前都不这样的，他以前都送我们去楼上的，肯定有问题哇！我怀疑是我娘那边通知他们做什么了，要不然他们不会对我不管不问，还将我往外赶的。阿宝也听不进去，他眼里只有烤猪蹄。我觉得我们要被收拾了，
才不会呢！我们又没有做错什么事儿。大哥和安平哥烤得很好，今晚耀爷爷他们肯定会做好吃的。对哇，爷爷他们肯定会做好吃的。抱着这样的想法，一群娃回到了杏花间。结果赵府的门紧紧地关着，阿宝拍了好久都拍不开。剩下的几个娃回了各自的家，也被告知家长都去赵家聚会了。赵家的前院里传来了烤肉的味道，阿宝的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他耳朵很灵敏地动了动，依稀捕捉到了院子里传来的声音。要说这肉烤的真是不错啊，料也很香。不得不说，赵恒真是找了个好爹娘。这一听就是张将军的声音。耀兄、岳兄，来一杯。阿宝受不了了，扯着嗓子大声地喊道：爷爷开门哇，是我哇，我放学啦！前院里的人仿佛没有听见一样，继续说说笑笑。阿宝扒拉在门缝中间往里面瞧着，看得他肚子都饿了。几个娃就这样又可怜巴巴地凑到了一起。他们肯定是故意的，他们肯定知道我们上午逃课的事儿了，所以才故意这样做。我们赶紧认错吧，这样还能赶上一顿饭。阿宝已经喊了好一阵子了，啥用也没有，认错指定不管用了。哥，我饿了。饿了就睡一觉吧，睡一觉就什么都好了。肯定不行的，我以前试过的，饿着肚子睡觉也会很难受的。而且我爷爷说过了，如果你肚子里没有东西，那么你的肚子就要消化你的粑粑当饭吃。阿宝嗓门大，他巴巴地说着。门后面正好来偷听的老药王一听这话，嘴里的饭都要喷出来了。这是什么话？我当初是这样说的吗？我说的是，如果不好好吃早饭，那么经过一晚上肚子里没东西，肠子就要吸收粑粑了。老药王给气的呀。不过他刚要蹑手蹑脚地走开，刚刚还在巴巴说话的阿宝忽然又凑到了门边，一边拍着门，一边朝着里面喊道：爷爷，是你吗？我闻见你的味道了，爷爷开门哇！爷爷，耳朵倒也不必这么好用吧。所以即便阿宝认出了他还是没有开门，兀自走开了。小孩子不好好上学，确实要好好教育一下。长毛呢？让长毛给我们带点东西过来吃。长毛要是能出来，早就出来了。长毛现在肯定被关起来了。我们去要饭吧，肯定能要到的。我们去清河街要饭。你们几个今天哪里也不能去，就在这里等我们吃完饭。一道声音从大门处传了过来，一听见这声音，几个娃都一愣。赵家的大门一开，果然从里面走出来的竟然是刘夫子。夫子，今天晚上的饭菜好不好吃啊？刘夫子一脸的无语。你们几个好好反思一下，明天将反思的文章送到我院子里来。阿宝只觉得晕乎乎的，二丫却是很开心地问道：刘夫子，多少个字可以？大丫在一边试图让他不要开口了，毕竟他这样一问，刘夫子肯定会说要写很多字，如果不问的话，写几个字也能糊弄的。200个以上。阿宝现在眼睛都冒光了，他是真的饿极了。半个时辰后，大人们吃完饭了。孩子们，进来吃饭了啊！一人一碗面条，吃完了回家写检讨啊。一听有饭吃，阿宝第一个就冲在了前面。大哥，明天你去宫里考完了，能请我们吃好吃的吗？我们今天晚上都饿迷糊了。安平瞅了瞅赵轩，赵轩点点头。那我明天要吃烤猪蹄，我们今天都没吃上。那我明天要吃烤猪蹄，我们今天都没吃上。那别说了，你没看见阿宝都跑没影了吗？等会儿你来的晚了，面条子都没了。他们吃饭的时候，老药王在一边开口说道：
你们几个今晚都住在这里，一起写检讨，明天一起去书院。各自写各自的啊，要不然刘夫子会查出来的。对了，很多铺子都打过招呼了，以后你们去，他们也不会招待你们了，单看你们后续表现了。果然，肯定是娘提前打过招呼了。你们刘夫子来了，我也得老实的听着。我现在呀，总算明白以前你爹的心情了。他堂堂厉害的大夫，结果在夫子面前那也得低头。爷爷，我姐姐说了，就算是当皇帝，也没有4个眼睛2个嘴巴，所以人都是一样的，不能骄傲。爷爷，我姐姐说了，就算是当皇帝，也没有4个眼睛2个嘴巴，所以人都是一样的，不能骄傲。你不能骄傲啊，爷爷，你也没有4个眼睛2个嘴巴。哎呀，怪不得阿宝爹以前经常气得跳脚呢，这搁谁身上谁不生气呀？行了，别说了，赶紧吃吧啊！吃完了回去写检讨。饭后，赵家的书房，几个娃分散地坐在书房里，各自写着各自的检讨。康康和大宝当监督，时不时地监督他们有没有互相抄。阿宝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拿着毛笔歪歪扭扭地在写字。大宝有些担心，总害怕阿宝又作妖，他忍不住地提醒道：阿宝，你别乱写啊，刘夫子这次好像是真的生气了。大宝是要写200个字，大宝是要写200个字，200就是2个100。大宝点头，他想要凑到阿宝跟前瞅瞅，可是阿宝死活不让他看。大宝朝着康康看了一眼，他有些惴惴不安，总觉得阿宝又要闹事儿。第二天一大早，阿宝，给我们俩看看，万一你乱写一气怎么办？我才没有呢，我真的写得很认真。见始终没有办法从阿宝的手里拿过那张纸，康康和大宝只得认命了，做好今晚走不了的准备。大宝点点头，他也有同感。因为被刘夫子要求要早到，所以几个娃一到书院就去找刘夫子了。刘夫子早早的就等在那里了，他瞅了几个娃一眼，见大丫二丫都有些紧张，可是阿宝却自信满满。刘夫子脑袋里不禁就想起了赵恒说过的一句话：阿宝一旦表现出自信的样子，那10有8九都是有些蹊跷的。刘夫子带着疑惑先检查其他几个娃的，几个娃的检讨都很正常，只不过错别字有些多。可是当他展开阿宝的检讨时，饶是刘夫子有心理准备，还是被惊呆了。好大的一张纸上，阿宝满满的写着胖阿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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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错了，200个字，除了知道错了这4个字，全部都是胖阿宝。也就是说啊，阿宝把自己的名字写了很多很多遍，然而知道错了这4个字也写错了。刘夫子觉得自己一口气差点要喘不上来。这就是你写的200字？这最后4个字都写错了。刘夫子边说话边忍不住摸摸自己的脑袋。阿宝见刘夫子摸自己的脑袋，他顿时说道：刘夫子，你别摸啦！刘夫子，你别摸啦！刚刚掉了2根头发下来。刘夫子刚要吹胡子瞪眼，可是转念说道：阿宝，你这次很不错，最起码胖阿宝这3个字没有出错，但是最后4个字错了。你今天回去好好准备一下，放了学来教我。可是刘夫子，我姐姐不让我当好夫子。我姐姐说了，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就给人家当夫子，所以我不能这样做。但是我今天可以好好的认字。你爹说的是不要好为人师，你别管了，你就老实认字吧。行了，你们赶紧回去上课，再有下一次，我让你们在杏花街街口写检讨。阿宝，你快答应啊！街口好，
街口还有李壮叔叔的面条子吃，我们可以在面条摊子上写检讨。好的，刘夫子，我们答应你了。夫子，我中午吃完饭来找你认字吧。放学以后我得早点回家，我哥哥今天去公立考试了。刘夫子没有说话，他自然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没想到赵轩他们俩会考得这么好，也没有想到江南来的那个温远会考了第一，也不知道今日殿试情况如何。皇宫大殿，裴文帝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温远和赵轩以及岳安平三个人站在大殿之下，刚才他亲自考教了三人一个问题。温远状态无异常，倒是岳安平和赵轩明显是在藏拙。岳安平是太子伴读，暂时不能动，但赵轩既然藏拙，那就好好收拾一下他。依据刚才你们三人的表现，朕以为温远拔得头筹，当为状元；岳安平榜眼，赵轩一表人才，当得探花。安平有些诧异，为何会将自己排在阿轩的前面？但是温远和赵轩倒不是他意外的样子。温远，你年纪不大，想要继续读书，还是去翰林院跟随文官们学习一下？温远摇头，一本正经地说出了一句让满朝文武都震惊的话来：回皇上，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个言官。别说文武百官了，便是裴文帝都被惊呆了。朝堂之中，言官是最边缘的一种人，没什么权利，只有一张嘴。就算往前去数100年，也没有哪个科举的状元这么果断地选择当言官的。说说原因，难道是有其他的想法？朕得提醒你，到了朝堂之上，须得将那些没必要的算盘给收起来。赵轩站在一边听着裴文帝的话，他忍不住想起娘之前说的，当皇帝其实是最累的，脑子没有一刻清闲的。温远这样一个选择，皇帝只怕都已经想到了无数种原因了。回皇上，我想改变些什么。改变什么？在京城的这段时日，我每次外出都能听见有人讨论言官，大多是吃闲饭不管政事之类。我对朝政并不是太理解，目前也胜任不了其他职位，所以我想先当一个言官，我想改变他们这种关于言官的刻板印象。朕听闻当初在贡院的时候，曾有言官去找过你，说你是当言官的好苗子。确有其事，但我想试一试，请皇上给我这个机会。也罢，既然你这么诚心，那1个月后你就去当个言官吧。裴文帝挑眉，视线又看向了一旁的赵轩和安平。你们2个实力似乎有所保留，不过同状元确实有些差距。朕刚刚已经为状元开了先例，让他自己挑选，但你们2位本就不是普通百姓，朕不能再任由你们自己挑选，那样会让朕落得一个不公的名声。听见裴文帝这话，安平有些担心地看了赵轩一眼。榜眼岳安平既为太子伴读，暂不安排你入朝，待日后再做调动。探花赵轩能力卓绝，1个月后出发前往北周律池。把赵恒的亲儿子也扔过去，这样日后一旦北周有不忠的迹象，就可以借此为由牵连赵家，将赵家一网打尽。皇上，这3位虽说少年英才，但是年纪过小，不符合入朝为官的规矩啊。朝廷发展才是大事，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皇帝说完也不再多留，起身离开了。3个小少年并肩朝着宫外走着。你既然去了北周，日后回京城为官的可能性就小了。很显然，皇上不喜欢赵家，所以你主动选择当一个言官，来避免皇上将你分配到鸟不拉屎的地方当个小官。以后你们就知道我为何要当言官了。其实那些言官都不是善茬，你万事小心吧。我想
该担心的是他们。温远笑了一声，大步朝着前头迈了去。此时的赵轩和安平兄弟俩压根想不到，接下来的10日里，那群言官会被温远折磨成什么样。杏花街街口，赵轩见安平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安慰地说道：别担心了，去北周也是个好去处。1个月后就要出发，姑姑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你难不成要把阿宝一个人留在京城吗？他眼下最依赖的就是你啊。别担心，我爹娘回京城之前，他们是不会放我去北周的。安平不懂，他一脸疑惑。若是我爹娘还没回京城呢，皇上就命我去北周。若是我爹娘知晓此事，带兵回京途中稍微一绕路，到了北周去，又该如何？说到底，皇上还是忌惮他们领兵，生怕他们带着兵去支援北周，不回京城。毕竟我爹娘时常让人捉摸不透，可能最终我还是会去北周，但绝对是在我爹娘回京城以后。安平久久没有说话，他不得不承认，赵轩想的要比自己多得多。这样也好，阿宝会一直有人陪着。中午书院，刘夫子一脸诧异地看着阿宝，亲眼在自己眼前将知道错了4个字完全正确地给写好。当然不是太好看，很有阿宝狗爬的风格。刘夫子，我厉害吧？我得赶着回家吃饭呢，我哥哥肯定考完了。既然能写好，以后不准敷衍了事。至于赵轩的名次，就不多说了，让这孩子回家听他哥说吧。我知道了，夫子，等我下午给你带好吃的。嘿嘿嘿。哦，我哥哥考得很好啊，我给你带肘子吃，我爷爷做的。阿宝边说边开心地跑了出去。刘夫子看着阿宝跑出去的身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听闻赵轩那孩子是探花，还要去北周，阿宝这顿饭肯定是吃不好的。然而事实证明，刘夫子还是想多了。一家人围着赵轩和阿宝，赵轩也给阿宝解释着：阿宝，哥以后可能会去北周，但是在爹娘回来之前，哥绝对不会走。我知道的，哥哥以后会娶媳妇儿的，也会生娃娃。娘亲说我长大以后也要离开他们的，不过娘亲说等到时候我去哪里，他们就跟我去哪里。阿宝还没有说完呢，赵轩已经伸手捂住了阿宝的嘴巴了。成亲生娃，这还早着呢。哥哥，你怎么不说话了哇？啊，我知道了，喝一口热汤就好啦。就在一家人忙活着吃饭的时候，阿宝一脸严肃地朝着2个人问道：哥哥，你得了第3，开心吗？开心，真的开心。阿宝又看向安平，安平顿时回道：阿宝，我也开心。那就好。阿宝好像是放下了一件心事一样，朝着2个哥哥说道：爹爹说过了，不用非要拿第1的。赵轩和安平同时点点头。阿宝，别给他们讲课了，快吃饭，肉包子马上出锅了。老爷，你那个摘星楼的牌子能不能给我用啊？他们现在都不让我们进去吃饭啦。通俗一点说啊，杏花街的几个娃都被一堆饭馆给拉黑了。阿宝，暂时不行啊，刘夫子也跟我打过招呼了，等你们老实一段时间，再让你们去饭馆子吃饭。阿宝只觉得眼前一黑。阿宝啊，家里的饭不好吃吗？阿宝想了想，突然冒出一句话来：外面的粑粑更香。阿宝，这好好的，你说这个做什么？吃饭呢？我们今天去上学，碰见一个大娘，大娘说我这爹是个白眼狼，外面的粑粑更香，还卖了很多。不过我
我觉得他没有蚊子哥哥会骂人。远在驿站的温远突然打了一个喷嚏。哎呀，以后不能让阿宝听这些了。阿宝嘿嘿地笑了一声，他就爱听这些话。那些大娘大伯们互骂可有意思了。下午回书院的时候，阿宝给夫子还有刘夫子都带了肘子，虽然送去的路上他自己都要忍不住了。他来送肘子的时候，刘夫子仔细地打量着阿宝，试图从阿宝的脸上看出什么情绪来，结果阿宝的脸上只有开心。刘夫子，我爷爷说上了年纪的人可能不喜欢吃油腻的，如果你不喜欢，不要扔了吧，我可以帮你吃的。我谢谢你。山长，几位大人在书院门口想要见你。就说不见，下半年招新学生的问题找我也没有用，通过考试才能来书院学习。阿宝的小耳朵很灵敏地动了动，然后就快速地跑了出去。阿宝不知道的是，因为赵轩考试名次很好，所以破山书院的名声很大，很多世家大族的人都想将孩子送进来。阿宝从刘夫子的院子里跑出去以后，就去隔壁屋子找钱小鸭了。他也给钱小鸭带了一个肘子肉夹馍。哎，赵阿宝，我娘让我问问你，你哥在家都怎么学习的呀？怎么年纪那么小就考得那么好？阿宝不认识这个小男孩，他记得以前钱小鸭旁边是别的小男孩。你是谁哇？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虎子，你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可是打遍书院无敌手。阿宝上下打量了一下虎子的身材，心道：我肯定能打过你，我比你胖多了。不过他叫虎子，你叫虎子呀？那你姐姐就是那个白眼狼，在外面吃粑粑的那个。阿宝觉得对上号了，原来他就是虎子呀。不过书院里叫虎子的好像有好几个呢，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你认识我爹？我爹偷我娘的钱去青楼，已经被我娘打断腿了。那打断他的腿，是不是就不能再干活赚钱了哇？还得给他做饭吧？我娘是卖绣品的，我娘找了些针线活让我爹干，这个跟腿没有关系的。哇，那你娘亲好厉害哇！我跟你说，我们那个胡同还有个史大娘更厉害，他儿子偷东西，他就把他儿子送官府了。你不是要找阿宝问问题吗？怎么两个人还说起八卦来了？哎呀，钱小鸭，我得先跟赵阿宝说完这个事儿。虎子朝着钱小鸭说道：你先别说话。你们胡同这么有意思？当然了，我们那个胡同都可好了，我爹去青楼还是我们家隔壁的婶子跟我娘说的呢。阿宝都听呆了，甚至听到后来还从大兜兜里掏出了一把核桃仁递给了虎子吃。钱小鸭则是握着那个肉夹馍不敢动弹，他一个劲儿地朝着阿宝使眼色。钱小鸭，你眼睛是抽筋了吗？肯定是学戏学的。夫子站在这个书屋的门口，都已经到了上课的时间，这阿宝找不到人影，然后就找到了这里。